温姐姐就应该做一个了断了。既然你想死，那本宗就成全你。不可能，怎么会？他们9天中间已经……哎，对，叶小好像非我独心。天地无极，乾坤道法，清心繁咒，随我心生。弟子张浩拜见四位师父。弟子海龙拜见四位师父。哈哈哈，你们呀，别急着拜师，我有话要问你们。师父您问。首先呢，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是什么神仙，只是这修真之人而已。你们这是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要拜我们为师呢？我们兄弟是距离连云山100里外的一个小村的。几年以前，我们曾听人说这里可以拜神仙为师学本事，就想来碰碰运气。至于为什么要拜师学艺，你别看我呀，我只是为了1日3餐都能吃上红薯而已。你不是有大志向吗？现在见到神仙师傅还不赶快说。我的大志向只是拜师学艺而已，可是我也不知道学艺是为了什么。好了，你们也不用再为难了，这种无为而修啊，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呢可以收你们为徒，但是有几件事我得先告诉你们一番。我们连云宗是当时7大修真门派之一，修炼的是连云祖师所传最正宗的道法。入我连云宗将断绝一切俗物，山中无甲子，恐怕你们啊是再也不能和这亲人所见面了。你们能做到吗？我从小父母就死了，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只要神仙师傅管饭就行。神仙师傅，难道跟您学本事有几年还学不完吗？当然学不完了，想要修真有成，至少也要1000年以上啊。修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千年，这时间也太长了吧？人能活那么久吗？随着修为的增加，体内杂质的驱除，人的寿命会不断延长下去的。孩子，你既然家有牵挂，不如等父母100年之后再来好了，那时你才能静下心来修炼。我要回家。神仙师傅，您能给我点干粮让我回家吗？虽然平时我很懒，可是我也不能让爸爸妈妈因为失去我而难过呀。龙哥，你就跟几位神仙师傅修炼吧。你没有家，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等我爸爸妈妈100年之后，我一定会到这里来找你的。不，豆芽，我跟你一起回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好了。不用了，龙哥，你先跟神仙师傅们学本事，等以后我来了，你也可以帮我呀。何况你在村子里连吃饭都成问题，这里才是你最好的归宿。小兄弟也用不着什么干粮了，这样吧，我现在就亲自送你回去，有我的飞剑，至多1个时辰就能送你到家了。大哥，你等着我呀，我一定会来找你的。豆芽，你可要早些来呀。哎呀，海龙啊，你也不用太难过，这在我们修真之人的眼中，几10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已。好，等到这灵玉子回来以后啊，我们就返回这魔云峰拜见你的师祖，然后就正式收你入派。只有我们连云宗的3代弟子，也就是你师祖那一代，才有权利收弟子入派的。现在呢，这闲来无事，我先来给你讲讲呀，咱们这连云宗的情况吧。
我们连云宗是天下7大宗派之一，有着雄厚的实力。连云山脉的72峰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平时呢，由于有着连云祖师留下的上古仙阵的保护，外人根本就无法进入到72峰之中。所以啊，这外人只知道有着连云山，却不知道山脉中共有72峰之多。啊，这里不是连云山吗？怎么出来72峰那么多？你也不用奇怪，以后啊，你就会明白了。那如果我直接拜2代弟子为师的话，岂不就成几位神仙师傅的师叔了吗？你想的倒是不错。你以为2代祖师们是这么轻易收徒的吗？没有500年道行，你想见9位祖师都难。我的道号叫灵瞻子，你可以称呼我为9师傅。那我该叫您灵通子师傅或者6师傅吧。豆芽他……哎呀，这诸法机缘嘛，你也不要想的太多了。只要你那兄弟能够不为这红尘诸法所迷，自然会前来和你相会的。我派弟子的排位，最主要的是看看这具体达到了什么境界。一共呢，有这21个境界。6师傅，您说的太快，我怎么都听不懂啊。我仔细一说，你就会明白了。这每个境界虽然只有2个字，但它却包含着4个字的意思。比如说，这第1层的境界入途，指的就是初入道途。等你正式拜师，开始修炼我派道法之后，就属于这个境界了。啊，等等，6师傅，修炼到一定程度后还要生孩子吗？那是这样啊，这道胎和凡胎是不一样的啊。这说起来呀，那应该是我们自己修炼出的一种神秘的力量吧。不好，禁制仙阵要启动了，小师姨怎么还不回来呀11师傅，您把豆芽送回家了吗？啊，就是为了把他送到家门口，我才差点回不来的。6师兄、8师兄、9师兄，谢谢你们了。6师弟，你们回来了。二师兄。行了，都是自家兄弟，那么多礼干嘛？啊，对了，你们是不是还不知道啊？昨天大师兄呢已经闭关了，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冲破这贯通的境界，那以后咱们可要叫他师叔了。嘿呀，可真是羡慕他呀！这个孩子就是本次收回来的徒弟吧？这20多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呢。来，让我来看看。这孩子自小一定吃了不少的苦，体内的杂质也非常多，而且这意念力也很弱。如果要是想修炼道法的话，可能会困难一些。6师弟，看来你的眼光不太好啊。哎呀，资质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他这个5代弟子，以后我们的杂役是有人干了。作为一名修道之人，你们应该知道心境的修炼是何等的重要。既然你们收了这孩子为徒，就必须要尽力的将他给教好。如果当初师父收你们的时候也抱着同样的态度，你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吗？是，他是5代弟子，可杂役的磨练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在你们的心中却不应该又把他当成这杂役的念头。林童子，以后教导这孩子基础道法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10年之内不能让他达到这伏虎的境界，你就不要再来认我这个二师兄。师父他老人家很爱干净，你们带着孩子去甘露泉去洗洗，再给他换件衣服吧。我先回去了。6师弟，等师父正式的收他入门之后，你到我那儿去取一颗培元丹，好好的给这孩子去除一下体内的杂质。没想到二师兄发起脾气来这么可怕呀，看来他对海龙还是很重视的。这小子真是好命啊！二师兄炼制的培元丹，对他这种初入道途的人再好不过了。海龙啊，待会儿见到师祖，你说话可要小心一些。你师祖最不喜欢没礼貌的弟子了。6师傅，你放心吧，我可是村子里最聪明的人，不就是礼貌吗？装样子我还是会的。
你这小子对师长的尊敬应该发自内心，怎么能是装样子呢？你师祖的法力修为高深，这一眼呢就能看出你是否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他。海龙啊，你这是怎么了？六师傅，我没事儿，我只是想起了豆芽。你这孩子呀，还真是重感情。好了，别多想了，我们呢已经到了。弟子灵童子已完成前往地灵山收徒任务，特来向师尊回禀。哦，你们带着那孩子进来吧。弟子拜见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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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灵通他们收来的5代弟子吗？灵通啊，他真的符合条件吗？是的，师父。我宗入门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心性测试。这孩子啊，既然已经通过测试，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连云宗5代弟子了。多谢师祖收留。切，你个胖老头，牛什么牛？一点都不亲切，摆什么臭架子？小子，你是在心里骂我吗？没有，我怎么敢骂您呢？我们修道之人最忌讳言不由衷，心胸狭窄，你要谨记。既然你是5代弟子，那应该是坛字辈。所谓羽化方能登仙，我就赐你一个羽字的道号吧。今后跟着你几位师傅好好修炼，争取早日进入4代弟子的境界。听明白了吗？多谢师祖恩赐道号，以后我一定努力。你们回去吧。灵童啊，你道胎就要凝结了，到时候我会亲自为你护法。去吧，我要静修了。哎，谭宇，你怎么了？师父不是已经正式收你入门了吗？怎么看你的样子却不怎么开心似的？哼，要是给你起个谭宇的道号，你能高兴得起来吗？我不管。11师傅，你能不能把我的道号给换一下呀？想换道号也不是不可以啊。等你的修为上来了，升为4代弟子以后，你的道号就可以变成灵宇了。其实谭宇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啊，只要你不往歪了想，谁也不会以为你是谭宇儿的。除了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以外，我们魔云峰其余的8名弟子都居住在这儿。这个地方啊，被我们称作叫做魔云屏，以后啊也是你修炼的地方了。喵的，什么狗屁连云宗啊，这和在村子里有什么区别？不一样还是砍柴吗？早知道就不和豆芽分开了。今天有这些树杈应该也够了，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把这些树杈弄好，还要去摘果子。谭宇儿，摘水果去啊？你再叫我谭宇儿，今天我就罢工，让你喝山峰去。好，叫你海龙总可以了吧？上山有1个月了，你的天心诀练得怎么样了？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问我啊。不就是坐着睡觉吗？哪能有什么感觉？只是睡得香一点而已。哎呀，11师傅，你教我点道法好不好？我都快闷死了。哎呀，小子，天心诀可是我们修炼道法的基础，你不把基础打好，怎么能使用道法呢？啊，想修炼道法，最起码也要等你到达伏虎的境界才行。天心诀可是我们修炼道法的基础，你不把基础打好，怎么能使用道法呢？啊，想修炼道法，最起码也要等你到达伏虎的境界才行。你这家伙跑到我们这里来偷吃，真是该打。他喵的，连你这家伙也嘲笑老子，哼，去死吧！我说谭宇，你这是给我们摘果子去了，还是做果酱去了啊？谭宇，快来，见过你的几位师长。你就是我们这次开山唯一收到的5代弟子吗？仙女姐姐，你长得真漂亮啊！谭宇，不得胡言，快来见过你的几位师叔。这是你铃木师叔。
这是你灵飞师叔、灵雅师叔和灵英师叔。嘿嘿，终于有比我低辈的弟子了。谭元儿，刚才我听林玉子师兄说起你的名字，还不敢相信呢，原来竟是真的。我可不是什么谭元儿，我的道号叫谭宇。灵妃子师叔，你真漂亮啊，看上去有50多岁了吧？啊，我才没有50多岁呢，今年才37岁而已啊！哈，你敢讽刺我？不得对师叔无礼。各位师弟师妹，这里是3颠凝露液，请你们慎用。多谢师兄。凌云师兄，这是一株五品子枝，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请你收下吧，这样也省得你在道明师伯面前为难。我们本是同门，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我怎么能收你们的东西呢？还是请师弟收回去吧。只要以后要是我师尊问起来，希望道云师叔能够帮我们几句好话就行。为什么不要啊？又不是白来的。谭宇，快把东西还给人家。不还，这是我们换来的，为什么不要？四师傅，难道这紫枝是假的吗？师侄，你这可不能乱说呀，这五品紫枝可是在缥缈峰孕育了200年之久的。凌云师兄，我们就先告辞了。海龙刚刚那几句话，恐怕已经得罪了缥缈峰一脉的弟子啊。哎呀，四师兄还是算了吧，他们都已经走了嘛。海龙还是个孩子，你别再跟他一般见识，我待会儿一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你跟我过来。海龙，你知错吗？啊，我哪里错了？本来就是嘛，他们拿了咱们的东西，用那什么紫枝换也是应该的呀。哎呀，你呀，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呢？虽然他们来借着凝露液让我们很为难，但毕竟都是同门，大家呀也都同属这连云宗，帮助人家怎么能要回报呢？而且你这今天的态度也很不好啊！林木子他们毕竟是你的师长，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我说你这就是在给我们魔云峰抹黑！哼！念在你是初犯，我今天就不惩罚你了。不过你给我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六师傅，为什么我们魔云峰没有女的呀？你看人家那边一下有3位女师叔呢。我们是修道之人，这男女有什么分别？他们呢是属于这缥缈道尊门下，这缥缈道尊呢本身就是女性，这下面的弟子自然也是以这女性居多嘛。嘿嘿，六师傅，我去给你拿几个果子吃吧，你还没吃午饭呢。你这个小猴子呀，今天一定要再接再厉，打的那家伙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好啊，小机灵，我刚来你就偷袭我，嘿嘿，少装了你，看我今天不打得你满地找牙，看法宝。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宝贝啊？怎么今天速度这么快啊？幸好老子我最近突破了入徒境界，达到了出归初期，否则还真对付不了你这家伙。哼！给你3分颜色，你还开染房了？看法宝！我不是故意的，小机灵，我不是故意的，你要振作点啊，我一定会救你。我不是故意的，小机灵，我不是故意的，你要振作点啊，我一定会救你。十一师傅，快救救他，快救救他吧！哎呀，这是怎么了？我和小机灵本来是在玩，可一不小心却把他从树上打了下来，结果他被地上的石头弄伤了。这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您可不能让他死了呀！去，怎么样，十一师傅，他还有救吗？哎，很难呀。
你这个猴子朋友伤的实在是太重了，而且又失血过多，恐怕……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十一师傅，你们不是都有高深的法术吗？难道就不能救救他？海龙，不是我不想救他，实在是他伤的太重了，除非有仙草一类的宝物，而且又失血过多，恐怕……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十一师傅，你们不是都有高深的法术吗？难道就不能救救他？海龙，不是我不想救他，实在是他伤的太重了，除非有仙草一类的宝物。那我们现在快去找师祖啊，请他老人家救救小机灵。哎呀，你师祖做的是死关，封顶现在是全力禁制，除非他自己出关，否则我们谁都进不去。有了，十一师傅，上回铃木子师叔他们拿回来的紫芝还在呀，我们用紫芝好了。上回铃木师叔不是说紫芝有很好的作用吗？嗨，师傅所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虽然这只是只小猴子，但它也是一条生命希望师傅不要怪罪。小机灵，你可要坚持住啊！有了紫芝，你就有救了。我们以后还要在果林里玩呢，你还要吃甜美的大桃子啊！只要你能好起来，我保证以后都不用石头打你了，还随你用桃子砸我，好不好？你按住他的身体，别让他动弹，我要先将这块石头取出来才行。小东西，把你嘴里的紫汁咽下去。哎，好了，这小家伙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海龙，你还是这样按着他，等到紫汁的药效完全发挥出来，他就能恢复如常。十一师傅，谢谢你。哎呀，谢什么？谁让我是你师傅呢？更何况救死扶伤对于我们修真之人只有好处。等会儿四师兄问起来，我还要向他交代。不过我们是为了救人，四师兄应该不会多说什么的。五品紫芝不但治好了他的伤，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体质，使他从普通的凡猴之体变成了灵体。你个小东西，真是吓死我了！你不用死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快回家去吧，明天再来果林找我玩好了。海龙，没想到你心这么软啊！现在放心了吧？多亏十一师傅了。哎呀，反正现在没什么事儿我就教教你法力的应用吧。那好吧，我就勉为其难的学学好了。嘿嘿，恐怕天下这么跟师傅说话的只有你小子一个了。法力是一种能量，依靠我们用精神力吸收天地间万物灵气而来。天心诀就是吸收的，而想要将这些法力合理的运用，其实很简单只要靠你的意念就可以了。意念？对，就是意念。意念是控制法力最好的工具。打个比方吧，当你爬山的时候，你用意念控制着体内的法力沉入双脚，这样就会轻松得多。而当你砍柴的时候，就用意念力控制着法力流转到手上，明白了吧？那我要是拉屎的时候把法力运到屁股上，拉的会不会痛快一些？哎呦，十一师傅，你怎么这么用力打我？好疼啊，我的头要爆掉了。我打的就是你，我们魔云平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我只是问个问题而已啊，难道法力不能运到屁股上吗？小机灵，今天你怎么不用果子砸我了？你的伤好了吗？干什么？带我去吃果子吗？好啊，反正我也没事儿。要是有好的吃，我就顺便带几个回去给师傅们。那些家伙一个个懒得要死，天天还要我来侍候。嘿嘿。
厉害吧？这是我新学会的绝招哦！要是你还和我斗，一定打得你屁滚尿流！啊！喂，小机灵，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我可快跑不动了！这里跟迷宫似的，我已经记不住来时的路，可怎么回去啊？哎，好，我就舍命陪君子了。不过，你要是没给我找到好的吃，就让你背着我回来哦。啊，好啊，小机灵，你可真行，竟然把我带到你们的猴子窝来了。这猴泉应该就是这些猴子们的生命源泉了吧？难怪他们会聚集在这里。哎呀，你们这些小家伙这是干什么呀？有客人来了，就让他过来吧。这猴群之中怎么会有人存在呢？难道是我们连云宗的人吗？前辈，这里是您的地方吗？我是无意中和小机灵一起来到这里的，请您别见怪。这小机灵是你给他起的名字吗？是啊，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天天在一起玩。我觉得他古灵精怪的，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前辈，这些猴子和您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们那么听您的话？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啊！谢谢你昨天救了我这小孙孙一命啊！如果这些猴子都是你的孩子，那你不是成老猴子了吗？昨天的事儿其实都怪我，是我不小心将他从树上打下来，才会令他受伤的。帮他治好是应该的事儿。其实你大可不必在我的面前装什么样子啊！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单从你愿意用这五品紫芝来治疗我这小孙孙的伤啊，就已经证明了你的本质是很善良的。只是这一点呢，也已经足够了。随性而为也没什么不好的。啊，你也是修真之人吗？能看透我内心的想法，证明你的修为和我师祖差不多呀。哼，你说的是道明那小子吧？和我相比，他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你要是这么说起来的话，我倒也确实是算得上是这修真的了。只是这方法呢，和你们这连云宗的不同而已。既然呢，我这小孙孙带你过来了，我总要给你些许的好处，也算是答谢你给他的五品紫芝吧。这样，要什么你尽管说，我会尽量的满足你的。你既然是修真之人，我呢也有很多的宝贝会适合你。唉，我救小机灵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根本就没想过要什么回报。如果我要了你的东西，倒好像是图小机灵什么似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你愿意把一只小猴看作是朋友？嘿嘿，那有什么？只要是我喜欢的，就算是蛇虫鼠蚁也都能成为朋友。大家都是生命，谁又不比谁高级什么？都各有各的能力。比如在山里跑，我就比小机灵差得远了。当然，我的脑子却比他聪明许多。嘿嘿。好，很好。即使是修真之人呐，也很少有能像你这么平等看待生命的。其实呢，不论是我还是道明，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到你在想什么，也只是用这道家六神通当中的他心通啊，来看你是不是在说谎而已。以你的心性，应该最适合这样东西了。前辈，这是什么？哎呀，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要的。
我也没说这是给你的报答之物啊，我是因为喜欢你才给你的，收下吧。等以后的修为啊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自然用得上它。那好吧，我就收下了。虽然看上去很普通，但它的重量却很不一般。前辈，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矿石啊？好了，你不用管它是什么，等你的修为够的那天，你自然就明白了。切，不过就是一根小铁棍，有什么好神秘的？你现在可以走了。明天早上啊，再和小精灵来这儿吧。记住，要好好的修炼这天心诀，那确实是非常上乘的修炼法门呢。那我走了。孩子，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我知道了，我不会把见过您的事情告诉别人的。谢谢您送我的铁棍。见过大师兄、二师兄。各位兄弟不必多礼。以后呀，大家都要改口了。大师兄已经成功的达到了登峰的境界，也经过了师祖天石道尊的考验，现在已经正式的成为我宗第3代弟子，并赐名为道修真人，将亲自主持风雨山。今天前来是和各位师弟道别的。恭喜道修师叔。道修微笑道：“哼，你们可别叫我师叔，我可当不起啊。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吧，否则实在是别扭。”我听二师弟说，去年收了一名5代弟子。你们就是大师傅和二师傅吧？现在大师傅已经变成师叔祖了。你来了1年，大师傅还是第一次见到。上回二师弟送了你一粒培元丹，我也不能小气。就把这个给你用吧，这是我的七修剑。现在我达到了登峰境界，也该是重新炼制一件法器的时候了。它就送给你吧，等你到了腾云境界以后，自然就能使用了。多谢大师傅赐剑。各位师弟，我要先去接收风雨峰了。二师弟，你就留下和大家聚聚吧。傻小子，七修剑可不是这么用的。在我们修真之人修炼的法器中呢，分为仙、宝、灵、真这4个级别。柄七修剑呀，就属于这灵气中的上品，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呢。它最珍贵的，看，就是这剑柄上这颗青灵石了。这上面可蕴含着庞大的灵气。今后啊，你只要时刻的将它带在身旁呢，在这灵气的潜移默化之下呀，对你修为的提升可有着极大的好处。在你没有进入到这腾云境界之前呢，可以御起飞身之前，可千万不要将它出鞘了，否则很有可能会伤了你自己的。嘿嘿，大师兄真是慷慨呀！其实他自己用七修剑也是完全可以的，看来师祖一定是又赐了他什么好东西。行了，你小子不用眼馋了。我前些天呢，发现一些不错的宝石，到时候都帮你们镶嵌在这飞剑上，总会把你们的飞剑呢提升到这灵气级别的。嘿嘿，那我先多谢二师兄了。好了好了，大家呀都回去修炼吧。谭宇，现在是你打基础的时刻，这天心诀的修炼一天都不能断，明白了吗？2个月过去了，自从有了七修剑以来，海龙的修为进度加快了不少，似乎每天都能感觉到法力的提升。但较为奇怪的是，明明吸收了不少法力，但他却依然维持在初窥境界的初期水平。小机灵，你不用每天这么辛苦来接我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啊已经认识路了。前辈，我来了。
最近你的修为进度如何了呀？几乎就没进步什么，还停留在初亏初期而已。我二师傅还说大师傅给的七修剑还有大量灵气呢，可我的修为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感觉到有海纳百川的灵气汇集到身体里，但法力、修为却怎么也不能提升。哎呀，修炼时要戒骄戒躁，不要操之过急了。只要你坚持修炼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的。有人来了，你先别出声。还嘱咐我别说话呢，我现在连一个手指头都动不了，还说什么话？来这里几个月了，倒是第一次遇到其他人，会是谁呢？见过老前辈，多日不见，前辈风采依然。我刚刚结束闭关修炼，就先来拜见您了。哼，你小子来见我没什么好事儿，无非就是惦记我那点好东西罢了。前辈，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求前辈成全，这里是我的一点敬意，请您收下。你这小子呀，怎么又拿凝露液这东西来交换？难道我那些宝贝还比不上这百年生成之物吗？当然不是，前辈所知的宝物怎么是凝霜液可以相比的呢？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这凝霜液的特殊功效对您很有好处的，还请您看在连云祖师的份上，就赐予弟子一些吧。看在你也是同道中人的份上呢，就给你一点。以后你尽量少来打扰我了，你也应该知道我现在到了什么境界。好了，拿去吧。多谢前辈恩赐，道明永不忘前辈之恩。行了，每回都是这一套。你呀，现在该走了。你我缘分将尽，恐怕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这些年来呢，我也算受了你不少的好处。你若是有心呢，在这5年之后8月15来这里为我送行吧，那或许对你来说还有上一些好处呢。前辈，难道您已经要？6000年了，我受的惩罚也应该够了。记住，5年之后的8月15。你呀，一定很想知道我和道明之间的关系吧？前辈，您既然不是我们连云宗的人，为什么会一直在这里呢？这里的72峰不是被连云宗用法阵禁制了吗？你属于7大宗派中的哪一派啊？我师祖似乎很尊敬您。那些禁制对我是没什么效果的，更何况我来的时候这禁制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大。我呢，这哪一派也都不算。如果真的要算起来的话呢，我只能算是这道家之人吧。你师祖道明是刚来这里修炼的时候认识我的。哎呀，可惜呀，可惜。那时候他已经有了200年的修行，虽然他秉性善良，对我也确实不错，但也无法得传呐。我师祖是想和您学法术吗？那您一定很厉害了，您教教我好不好？我现在还只会一个探查术呢。记得以前你的某位师父曾经对你说过吧，修炼天心诀才是最基本的。他呀，其实说得很对。法力呢，是一切道法的根源，而法术只是应用的方法而已。如果你的法力达到无边无涯之境，那任何的法术到你的手里都能够发挥出不可想象的威力。哎
哎呀，不要奇怪我为什么知道。别说这小小的魔云峰了，就算是连云山脉全部的72峰王，也无法逃过我的眼睛。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海龙，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那小猴子不和你玩了吗？今天玩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十一师傅，你今天似乎很高兴似的。我当然高兴了，苦修10年也无聊了10年，明天终于有热闹看了。你师祖也会去哦。明天是我们连云宗所属弟子集会之日，一共3天的时间，各宗弟子可以互相交流彼此的修炼经验，而9位2代祖师也会公开评测众弟子的修为。如果得到了师长们的指点，对我们的修为会大有好处。这众峰聚首之会在我们连云宗非常重要，无论你师祖做的什么官，明天都一定会出关的。你小子不是最爱玩吗？明天可有的你玩了。大师兄，不，道修是说，这次众峰首聚之会，我们魔云峰可是要大出风头了。您可是100年以来才出现的由4代升入3代的年轻高手啊！三师弟，你还是称呼我师兄的好，要不我会觉得别扭的。这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快些出发吧，不要让师傅他老人家等急了。我们上接天峰，不要帮他们，难道你们能帮他们一辈子不成？只有面临绝境之时，才最容易有所突破。平日里谁的努力多些，谁的悟性高些，在真正应用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现在的困难是因，将来的努力是果。没有经历过磨难的痛苦，他们怎么能领悟到修真的真谛？这里就是接天峰了，也是我们连云宗的根本重地。你看，各峰的弟子们都向这里赶来呢。这里就是我们连云宗的接天广场，是历代祖师花费无数心血方修建而成。接天广场上已经来了200余人，正3、5成群的聚拢在一起说着什么。你看那边，哇，好美啊，大师傅！那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7彩光芒呢？这接天峰顶的接天广场是宗主召集门人的地方。接天广场海拔超过10000米，灵气之充沛，更是冠绝连云山脉72峰，乃神州大地上4大仙境之一，被称为接天圣境。而那7彩光芒环绕之处，乃是我宗的接天宫，只有宗主才能入内，里面陈列着历代祖师的法尊和一些珍贵典籍。大师傅，既然只有宗主能进去，您为什么对里面那么清楚啊？难道你已经进去过了不成？这里是我派根本重地，我怎么会进去过？不要乱说！难道你想害死我不成？我是听师傅说的。好，我不说了还不行吗？那不是灵妃子师叔他们吗？谭宇，你是怎么会认识灵妃子的？上回灵妃子是说他们曾经来魔云瓶换凝露液，我当然认识他们了。你们很好啊，现在已经可以做主了。凝露液100年才出3滴，你们就这么轻易的交给人家？你们知不知道这凝露液可以？你们不但私自做主将凝露液送出，还收了人家的东西。凌云，那5品紫芝你回去以后立刻给道云师叔送回去。本来我一直很看好你的，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贪婪。哼，一切等回去再说。师祖，你凶什么呀？四师傅根本就没要，那紫芝是我从铃木子师叔手里接下来的，而且紫芝已经让我用来救小机灵了，根本就还不出了。师傅，您别听这谭宇乱说，确实是弟子的错，您要是惩罚就惩罚弟子吧。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师祖。道明师兄，是什么事惹你发了这么大火呀？在接天广场动怒可不好。哼，我们魔云宗的事儿用不着你管。刚才我也听到了一些，既然事情是因为我借那3滴凝露液而起，自然就与我有关了。
师兄啊，你也修炼了500年之久，火气怎么还是这么旺盛呢？他是现在唯一的5代弟子，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应该多宠着他点才对。众位道尊也快升临了，我看呀，就算了吧。如果以后师兄有什么不快之处，尽管来找道云就是。在修为上来说，道云真人虽然入门较自己晚了几十年，但却要高我一个境界，已经达到了道龙初期，一向和自己不合，这回找到机会来奚落自己，今后让自己还怎么在连云宗混下去啊？道云师叔祖，你收我当弟子吧。道明那死胖子这么凶，您要是不收我的话，回去他会打死我的。别乱说，不可对你师祖。师兄，手下留情。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接天广场动手？参见无极道尊。罢了，你们都起来吧。道明、道云，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的师傅还没来吗？无极道尊的修为排在9位2代连云宗宗师的第6位。禀告道尊，一切都是弟子的错，请道尊责罚。修真以心为性，你嗔念太重了，在接天广场动手是很忌讳的。这里是神州距离仙界最近的地方，一旦不慎引来天劫，这里将变成一片焦土，而你可就是我们连云宗的罪人，不可不知啊。无忌，不要吓唬晚辈了，除非是我们9个老家伙一起动手，否则哪里来的天劫？就凭他们那点修为吗？天石师兄，你怎么又拆我的台啊？我只是想给这些弟子们一个警惕而已。道明，你是越来越不长进了，不但修为进步缓慢，连心性也如此不堪，如何方能继承我的衣钵？你笑什么？切，当然可笑了。师祖他对着我的时候就是发怒的老虎，可一见到2位祖师却温顺的像小猫一样，典型的欺软怕硬嘛。你这孩子还真有趣，不过面对师长可不能这么无礼啊。祖师，我并不是无礼啊，对长辈的尊敬要体现在内心，光表面做样子有什么用？我并不是不尊重你们，只是把心里所想说出来而已。难道您不喜欢听真话吗？说得好，我最喜欢这样一切发自真心的孩子。参见缥缈道尊。缥缈道尊，师父，你们2个呀，还不如一个孩子。人家孩子哪里有错了？说实话怎么了？我看呢，你们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像他这样赤子修真，要比我们当初还顺利得多。我看，或许1000年之后，我们连云宗又能出一朵奇葩了。天使啊，你要是不要的话，让他归于我门下好了。师姐，他毕竟是我门下弟子，怎能相让？既然你说他没错，那就算是没错吧。就知道你不舍得。孩子，别怕，以后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给你出气。呀，孩子，是不是他们刚才震伤你了？让祖师看看。姐姐，你长得好美啊，等我长大以后嫁给我好不好？道明，你收的好徒孙。祖师不要！自己这是怎么了？2000多年的修为，怎么还能网开杀戒呢？尤其对方又是自己门下的弟子，休得伤他！什么人敢来我连云宗撒野？老五，你冷静点儿，根本没有人，那是附着神识。难道你连这都辨认不出了吗？仅仅凭借附着神识就可以发挥出挡下天石的法力，难道
这是魔尊的顶级仙器不成？不对，刚才那法力是非常纯正的，而且带有几分佛宗的能量，绝不会是魔器。孩子，这件法器你是从何处得来？金睛火雅。是谁敢违背祖训，在这里动手？难道想引来天劫，颠覆我连云一门吗？参见宗主。缥缈师妹，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师弟师妹，这铁棍的来历必然不凡。你们谁知道金睛火眼是指的什么？师祖，我知道。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来回禀？嗨，不是我不说，而是他不让我说呀。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会说出来。请各位祖师原谅，谭宇这孩子虽然顽皮了一些，但秉性不坏，还请祖师们宽恕。没想到他老人家竟然在侧，看来我们的修为还是不到家呀。既然他老人家不愿意我们去打扰，那就算了吧。所有连云门下听令，今天接天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你们要用忘灵术去掉记忆，今后谁也不许再轻易提起。天使师弟，一切就顺其自然吧。说不定谭宇这孩子呀，以后还真会成为我连云宗之骄傲。道明，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谭宇，把一切解释清楚，不要用忘灵术，否则他老人家恐怕会不高兴，明白吗？是，宗主，道明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各封首座，带领你们的弟子返回吧。今天的聚首之会取消，众位师弟师妹，你们留一下。是，宗主。他老人家出现在魔云峰，不知道对我们连云宗来说是福是祸呀？应该是福非祸。他本无天劫之类，来此只是受罚而已。刚才道明不是说了吗？5年之后他就会离开的。我们啊，静观其变吧。今天是我太冲动了，看来我也是陈年未化，回去以后一定要闭关些10日方可。宗主说的对，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福非祸，说不定啊，谭宇那孩子还能从中得到不少好处。1个月前，我收到了来自泛心宗的灵札。雾云宗主称，现在神州大陆上各地妖魔邪物蠢蠢欲动，似乎有和我正道一分上下之心，请我们参加3年后举行的7宗盛典，到泛心宗一同商量对策。泛心宗啊，虽是佛门正宗，这雾云宗主和我们的关系呢也不错，但武兆仙那5个老家伙向来看不起我们。现在呢，这正道鼎盛，中原6大宗派高手辈出，我们又何必要去趟这趟浑水呢？还是啊，这静心的于这山里修炼的好吗？叔弟师弟说的有道理。宗主，我们距离渡劫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又何必同那些自命不凡的6宗掺和？所谓邪不胜正，以6宗的实力足以对付那些邪魔外道了。宗主，不妥。如果这样，恐怕6宗对我们的意见会更大。不如我3年之后代表本宗去一趟好了。如此最好，就麻烦3师妹了。以你的修为，足以应付一切变数。山中无甲子，来到连云山脉以后，我只出山过3次，不知道神州大地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出世便是入世，希望有所收获吧。
反正我修为浅，少修炼些天也无所谓，就让我和三师姐一起去吧。就知道你耐不住寂寞，咱们姐妹同往也好，相互间有个照应。你们两个加起来都快5000岁了，还用得着互相照顾吗？哼，要不你去？你既然不愿意为宗主师兄分忧解难，就少废话。我不是不想为宗主分忧，实在是马上要进入大道中期了，我不能分心呀。何况师姐的修为比小弟要高深得多，由您前往，也能在那中原6宗面前展露一下我宗的实力啊。好，就这么定了吧。各位师弟师妹也该回去进修了。我的天石也被那东西打裂了，也不知道那是件什么法器，威力竟然如此强大。如果真正控制起来，还不知道。那件法器似乎已经与谭羽的身体融合了。据我刚才运力吸出时的情况看，它竟有万斤之重。如果不是与谭羽之身融合，以他现在的修为，是绝对不可能随身携带的。虽然法器威力很大，但谭羽的修为毕竟尚浅，想真正应用，恐怕呀，至少要1000年之后了。你们都回魔音屏吧。从今天开始，谭羽就跟随我修炼。师父，谭羽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嘛，今年他确实做得太过火了，但还是请您网开一面。你们都想造反吗？我什么时候说要惩罚谭羽了？哼，你们教的好徒弟，亡灵术你们可以不用，那会对你们的修为有所影响，但以后万万不可提及今天之事。现在都给我回去。各位师弟不必着急，在接天广场时，师父不是还为谭羽求情了吗？我想他一定不会有事的。我要先回风雨山了，这期修剑等谭羽回来的时候，你们再转交给他吧。这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是小铁棍救了我，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哼，天师还有道明，你们这2个老混蛋，竟然想打我！你们等着，等我法力高强起来，一定不会让你们好过的。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我被他们关起来了吗？咦，难道是那些老家伙失误吗？怎么连窗户都不封上？这石门看上去很厚实的。窗户是我唯一的出路了，我先积攒点体力，然后再跑出去。师父们啊，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救救我？难道你们就看着我被那老混蛋囚禁吗？看来呢，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了。哼，就算关在这里又怎么样？等我修炼成仙，凡是你们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我都让你们变成我脚下之尘，天上地下唯我独仙。怎么到这里来了？一定是道明那老家伙为了报复我，把我抓来这里，准备慢慢整治我。不行，我必须快跑，否则那老家伙一定会玩死我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连一条下山的通道都没有。他喵的，道明这老家伙为什么非要住在这么个绝户地方？难道我只能跳峰自杀吗？不，我还要修炼成仙，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死呢？哼，道明，你不是想杀我吗？就算死，我也不会让你痛快的。道明，我气死你！你不是想杀我吗？我先杀了你这些花草。真好吃，一定是不错的好东西。道明那老家伙倒是真的收藏了不少宝贝。哼，我吃，我要让他心疼死。嘿嘿，看来真是赚到了，竟然连一种毒药都没有。哇，好舒服的感觉啊！说不定吃了这么多好东西，我一觉醒来就能成仙呢。道明，你个老东西，你可别着急回来啊！等小爷成了仙，有你好看的。3天的时间，那小子应该已经醒过来了吧？自己要怎么和他说呢？
是谁？是谁毁了我百年心血？我可怜的花花草草啊！你们死得好惨呐！谭宇，你这个混蛋小子，给我出来！谭宇，你小子好狠，竟然如此绝户的毁了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千年血刃啊！哎呦，我的百年血断呐！哎呦，我可怜的青针丸呐！你们都完了，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宝贝儿，我的好宝贝儿，幸好你还在。天哪，为什么我这么倒霉，竟然收了这么个徒孙？难道他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魔星吗？好小子，他不会把我那些宝贝都吃了吧？就算是我，也不可能消化得了那么多天才地宝啊！只有那个人，对，只有那个人才能救这小子一命。算你小子命好。把它放在地上吧，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前辈，海龙这小猴子确实是太顽皮了，这次的事情是他不对，当然也多谢你及时的手下留情。我这觊觎的神力只能在这接天广场救他一次而已。自己这混蛋徒孙的作为，难道就是用顽皮2个字可以解释的吗？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算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要让他受尽苦楚。我可怜的宝贝呀！好了，你也不用为那些仙草而太难过，一切的损失我来补给你吧。从现在开始，以后你每1个月来我这里取一次葫芦，连续5个月呢，也应该抵得上你那些宝贝了。谢谢你，前辈。哎呀，行了，你也用不着谢我，我呀，只是为这小子还债而已。当然，我那些凡物怎么能比得上前辈您的仙品呢？今后如道明有所成就，全拜前辈恩赐。前辈，只是我不明白，谭宇不过是我连云宗一名刚入门的最普通弟子，您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这或许就是缘分吧。有些事情都已经是因缘注定的。有一点呢，我倒是可以点醒你。其实啊，海龙并不是你这命中的魔星，正相反，它是你这命里的福星。将来你能否得证大道，它才是关键呐。这怎么可能？我被他气得还轻吗？哎呀，不要光去怪别人对你如何，你自己呢也应该反省一下。你和天使一样，秉性不坏，就是这嗔念太重了，因此啊，才导致你这修为进步缓慢。我呢也不能泄露这天机太多，能否把握到机缘，就看你自己了。谭宇他吃了那么多天才地宝，体内蕴含了过多的能量，会不会有事？一切都是缘呐。今日种下的因，即是他日之果。不论是福是祸，都将是他今后必须要承担的。至于他的性命，你大可放心，此子福缘深厚，又经过我这后天的修补，即使没有人去管他，在沉睡100年之后，他也能将体内的各种灵气尽皆吸收的。今天呢，你已经伤了元气了，回去之后呀，便饮一口那葫芦内之物，
闭关10天，方可使这境界不退。好了，去吧。多谢前辈指点，道明告辞了。这虽然呢，被海龙吃掉的灵物呢是不可挽回的，但是啊，你在种植在这魔云洞府内的仙草都已经有了仙根了，只需要1滴我送你之物，即可重新恢复生机。细心照料吧，其效力也并不会有所改变的。去吧。道明这小子还有些慧根，将来可成大器呀。哎呀，海龙啊，你这小子确实是我的开心果。这么多年以来，我呀还从未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呢。居然向缥缈那丫头求爱，真有你的，说不定你们还真有份仙缘呢。我是做梦了吗？不，你并不是做梦，那一切都是真的。前辈，一定是您救了我，对不对？否则我恐怕早已经被道明那死胖子打死了。您已经救过我好几次了，我该怎么谢谢您好呢？哎呀，没什么可谢的，这都是缘分。其实道明呢，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只是啊，你这先入为主的念头太强了，所以才会那么敌视他。你记住，想要修仙有成，必须要做到心如明镜，偶然尘埃的境界。哎呀，你的境界还是成长的快了些呀。前辈，我境界提升的快，难道不好吗？以后你会明白的。海龙，你知道自己沉睡了多久了吗？好像睡了很长的时间啊。难道有3天了吗？这一觉睡得倒是很舒服，全身都是力气似的。3天？你也太小看自己的睡功了。你呢，已经睡了接近3年，整整1000日啊！快点，看看自己的身体变化吧。身上的肌肉似乎更加壮实了，而且好像已经高了不少，仿佛一夜之间就长成了大人似的。3年？那竟然都3年了，那这么说，我已经快18岁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山中无甲子啊，真是太神奇了。确实已经3年了。3年的时间呢，你已经改变了很多。虽然这3年你一直都沉睡着，但却比普通的修人之人这修炼起来的更要专注，所得的结果也是更好。你在这魔云洞府使用的天材地宝也是完全吸收了，你呀，可以查看一下自己的境界了。海龙顿时大为欣喜，双手掐起法诀，将精神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顺风耳听令，查。咦，我怎么才伏虎出息啊？这也太低了吧？难道那天吃的人参是萝卜冒充的不成？小子，你也别不知足了。那1000年的血参呐，乃是最阳和之仙草，功效极强。本来我打算呢，在10年之内不让你突破到这伏虎境界，可缥缈那丫头的法力，加上你吃了那么多的仙草的效力太强了。虽然呢，在我这努力的压制下，效果被禁止了大部分。虽然呢，
在我这努力的压制下，效果被禁止了大部分，但还是让你升入了伏虎初期。要知道，这普通人修炼至少也要10几年呐，才能达到你现在的境界。而你修道才不过短短的4年余呢。前辈，您为什么要压制那些效力呢？难道不想让我吸收吗？这些你就不要问了。时机若是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的。好，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害我的。对了，前辈，小机灵呢？都3年了，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已经长得很大了？哎呀，小机灵，你怎么沉这么多啊？是不是好的吃太多了？看来我真的是已经昏睡了3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对你来说呀，这3年的时间已经有了很高的利用率了。3年来，我想做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虽然呢，你还不是很稳定，但总算是完成了。我这最后的心愿已了。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进行最后的冲刺，争取早日回归吧。前辈，您能不能不要总说一些我无法听懂的话呀？这样会让我很难受的。海龙，你走吧，前一段时间也不用再来了。2年之后的8月15将是我的西归之日，如果有心，你就来送送我吧。前辈，不是说我们修真之人的生命是很漫长的吗？如果我猜的不错，您的修为至少应该不比我们连云宗那些2代师祖逊色。既然您已经达到了不坠境界，怎么还会西归呢？不，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修真者，而我呀，却有着不同之处。好了，不要再问了，我不想让自己的事情成为你的困扰。这样吧，你不是有很多想知道的吗？那你就2年后的8月14来这里找我。1天的时间呢，也足够让我将所有的一切解释给你听了。至于小气灵，以后他会到这魔云屏与你相会的。希望你们呢，能成为永远的朋友。前辈，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2年之后，8月14，我一定会准时来到这里。您多保重。海龙，回去以后要勤加修炼这天心诀。如果你想成为仙界中的一员，就要打好基础。要知道，对于修真者来说，第一个100年是最重要的。我掐算过，不久之后，你可能会有一次历练的机缘，要自己把握住啊。我送给你的小铁棍呢，一定要时刻带在身上，不可丢失。我已经重新附着了神识，这次是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来发动的。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呀，你只要高喊千钧2字，他应该能够救上你一命。你的性格呢，也比较容易冲动，有时啊，要把握好自己，不要得罪那些无法应付的人。回去以后啊，你先去一次魔云洞府见你师祖。行了，你呀尽管放心，以后呀，他应该不会再针对你了。道明的修为境界这么高，我也根本斗不过他。只要他不来招惹我，我才不会主动和他作对。小机灵，你送海龙回去。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师傅们，你们是为我保留着这间房子吗？你们还记着海龙啊？小子，你回来了。死胖子，是你？好歹我也是你师祖，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一些吗？你也会笑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笑呢？刚才得到前辈通知，说你回来了，我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一觉睡3年，很舒服吧？哎呀，舒服什么呀？不知不觉间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连自己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唉，以前我的陈念实在太重了，这3年的时间内，我醒悟了许多事。现在的道明已经非当初的道明，你也不用再怕我，我会用心传授你道法。哈哈，我好像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你了，道明胖子。以后要称呼我师祖，再叫我胖子，我就你就怎么样？难道吃了我不成啊？本来你就很胖嘛。哼，如果你这小猴子再没大没小的，如果你这小猴子再没大没小的，我就让你在这里苦修到老，不让你找老婆。什么？我们修真之人也能找老婆的吗？这怎么可能啊？六师父说过，我们属于出世之人，应当断绝一切儿女私情。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又不像繁星宗那些和尚似的抛弃了一切，只要你愿意找，没有人会拦着你的。在我们莲音宗中，除了2代祖师以外，3、4代弟子中都有结合成道侣的。虽然这样会对修为有所影响，但也不是不可。哎，那师祖，英明神武的师祖，您仔细跟我说说找老婆的事儿吧。哎呀，就知道你这只会调皮捣蛋的小子会对这方面感兴趣。在我们修真之人中，只要男女间合得来，禀明师长后，就可以结合成道侣。结合成道侣会对修为境界有所损害。我们修真之人结合，有许多都是精神层面上的。哈哈，我才不信找个老婆就会影响到修炼呢。男女交配不是最原始最自然的事吗？以后嘿嘿嘿，说不定我能找个道侣一同升仙呢。嘿嘿。哼，你想得倒容易。虽然前辈很看重你，但修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你以为坐飞剑吗？没有可以不劳而获一步登天的事儿。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在短时间内成为和我平起平坐的3代弟子，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拜你为师。你可说话算话啊！我们打赌，只要100年内我达到3代弟子的境界，你就拜我为师，以后什么都听我的。你小子不是在做梦吧？自从有了修真者以来，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宗派出现过100多年就能达到登峰境界的天才。好，我跟你赌了，但是如果你输了怎么办？我输了，也拜你为师就是啊。胡说，我本来就是你的师祖了，还要你拜什么师啊？这样吧，如果你输了，就在我们莲云宗众峰聚首之会上郑重地向我认输，以后的一切都要听我的，对于我的命令不能有任何反抗。嘿嘿，好，我跟你赌。这个死胖子难道不知道什么叫说话不算吗？就算老子输了又怎么样？不承认就行啊。小子，对于我们修真之人来说，许下的承诺就必须要实现，否则呀，终其一生也无法得成大道。你那点鬼心思还是收起来的好。死胖子，你阴我？哼，我是不会输的，你等着好了。一旦我在100年内达到登峰境界，第一件要你做的事儿就是趴在地上学2声猪叫，然后再做我的小弟。可以呀，只要你能做得到，我一定说话算数。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清楚了，你在做梦的时候达到登峰境界可不算哦。你好，咱们走着瞧。谭宇啊，这几年我想通了一件事，
也是我化解心中嗔念的好办法。看在你是我徒孙的份上，就传授给你吧。什么办法？那就是先学会不生气，然后再气死人。小子，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好了，刚才就算是我报了你气得我吐血之仇吧。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再没有任何恩怨，你和我都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我是你受道解惑的师祖，而你是我的再传弟子。我们连云宗虽然对待弟子较为宽松，但你也不能做出太出格的事儿。像上次你亵渎缥缈道尊的情况，绝对不允许再发生。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的胆色。像缥缈道尊那样尊崇的人物，你都敢放肆，真不知道你是胆大包天还是傻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缥缈道尊她确实很漂亮，一点都不像2000多岁的老太婆。正说着你就又犯了。缥缈道尊神通广大，即使是宗主也要让他几分。敢向他说轻薄话的，你还是第一个。那天估计是各位师祖感觉到很新鲜，所以才会放你一马。如果再有同样的情况出现，恐怕你就危险了。怪前辈送你的小铁棍儿，不可能随时都救你。知道了，以后我不随便说就是。谭宇啊，你毕竟是我的徒孙，现在也已经有了胡府初期的修为。七修剑虽然很好，但你现在还无法施展。我就送你几样东西防身用吧，省得有些人会说我不近人情。师祖，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你小子也有着急的时候，先别忙拿，我一件一件解释给你听。这3件法器是我根据你现在的修为特意准备的，它们都属于灵器，最好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太强的法力就可以发动。这蓝色的项圈名为星蓝环，红色的八卦是灭魔镜，而这条白色的小龙品质最好，更超过七修剑，名叫幻龙。师祖，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给你的这3件法器同飞剑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这3件法器中都有着一个阵法，阵法自身就可以吸取天地灵气，补充其不足，所以你只需要用自己的法力相引，就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是一件防御类法宝，当你发动它时，就可以生成一道星蓝之铠。只要对方的攻击不能达到直接摧毁它的程度，铠甲就能护得你的周全，使你自身不受到伤害。你可以试一下，只需要将法力输入其中即可。师祖，镜子里这般潇洒英俊、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帅气的宛如天神下凡的人，难道就是我吗？师祖，您老这是怎么了？不会走火入魔了吧？我呸！你小子盼我点好，我是被你气的，还真没见过比你再不要脸的人了。你要再说这种话，另2件法器我收回。别，师祖，我错了。您老人家这么英明神武，不出100年一定能得升仙道，怎么会舍不得这几件小小的低级法宝呢？哼，你小子翻脸比翻书还快。哼，你小子翻脸比翻书还快。你给我听仔细了，这星蓝铠可不是万能的，今后你无论做什么都要收敛一些，要是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有你好受的。只要对方修为超过你1-2个境界，就能轻易的突破这件铠甲的防御，置你于死地。无所谓啦，但是这么酷的外形就足够了。等以后我找道侣的时候，只要穿着它，那不是无敌了吗？哼，我说了，修真之人的结合最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如果没有高深的修为、良好的修养，鬼才会跟你。祖师在上，请宽恕弟子妄言了。师祖，你打我一下，快打我一下，让我感受一下这宝甲的威力。
这可是你让我打的哦。是我让你打的，快来吧。死胖子，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是你让我帮你试星兰铠的威力，如果不多用些力，你怎么能充分试出他的承受能力呢？真的吗？难道你不是趁机修理我？当然不是了，我是你师祖，怎么会随便修理你呢？不过从辈分来看，即使我修理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个卑鄙小人！原来没有嗔念的感觉这么好，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提升到盗龙的境界了。海龙，我还要多谢你啊！别瞪我了，难道你不想要另外2件法宝了吗？你先告诉我，刚才被我轰击时的感觉如何？坦白告诉你，以我刚才所用的力道，即使是千百斤的岩石也能被拍成粉末了。如果没有星兰铠，恐怕……刚才被你轰中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无数蓝金色的星光闪动啊，整套宝甲完全把我包裹成一个大光团似的。可现在它怎么消失了？虽然我刚才这一拳重了一些，但也让你明白了星兰铠能量的极限。如果受到的攻击力过大，不单你会死，连星兰铠环也会随之变成粉末。而像刚才这样，只是星兰环所化的铠甲的能量消耗殆尽，那能量体的铠甲才会消失的。这样的情况一出现，至少要1整天的时间，星兰环才会吸收足够的能量，再次幻化成铠甲状。所以你不能过于依赖它。把你的左手伸出来，我把第2件法宝给你，是血八卦，今后将成为你主要的攻击法宝。只有用鲜血为引，它才能和你充分结合。这件法宝带有庞大的道念，是降妖伏魔的利器，但是由于它蕴含着一定的凶戾之气，所以你要尽量少用。等你到达了了然境界之后，它就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用法力将它逼出体外，以免影响到你今后的修炼。它的使用方法和星兰环一样，会随着你注入的法力而发出红色的光芒，威力以你的法力为准。如果你能发挥它的极限威力，应该可以穿透等同于星兰铠的能量。师祖，你给我的这个法宝还挺实用的，最起码用着方便。我试试威力啊！哎呀，这不怎么样嘛！你这忤逆的小子，怎么用我刚给你的法宝打我？嘿嘿，先前的星兰铠不是也找您试的吗？以您这么高深的修为，我这小小的道行又怎么能伤得了您？看样子这血八卦的威力也很一般。哼，什么很一般？刚才我用的是我最厉害的法宝承天牌，要是反应慢一点，说不定就让你这小子得逞了。这个也给你，不过别拿我试了，否则我就把你的法宝都收回来。这件宝器名叫幻龙，给你真有点糟蹋。当你遇到极大的危险时，可以将全部的法力注入其中，它能够幻化成龙形，帮你阻击敌人。不过因为你修为太浅，所以最多也就只能维持10分钟而已。放出幻龙后，你要立刻逃走，等它的能量结束后，会自行回到你身边的。同时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可以驱除一般的毒素。如果遇到瘴气之类的东西，只需把它握在手中，就不会被毒气所侵了。这个我最喜欢了。他是幻龙，我是海龙，我们倒是天生一对啊！谢了，师祖。哼，你小子也会谢我？还不是这些法宝的力量。师祖，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不是怪前辈那么看重我，你会送宝物给我吗？不会，当然不会。难道你看我给你那几个师傅试法宝了吗？他们的飞剑我也只不过帮他们加工了一下而已，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东西我已经给你了。无论你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还是要谢谢你。
师祖，我海龙在这里发誓，100年之内，在我和你之间的赌约未完成之前，只要是当着别人的面，你都是我尊敬的师祖。哼，这就足够了。对了，时间已经不早了，灵童子他们也快要从修炼中清醒过来。当初我跟他们说，你一直在跟我潜修，为了保持你那怪前辈的秘密，待会儿不要说漏了。师傅们，我们终于又要见面了，海龙真的很想你们呀。海龙，师傅，刘师傅，我真的好想你啊。我们也想你啊。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用得着那么激动吗？这样对你们的修为有所不利。今天我可把你们这宝贝徒弟还回来了，以后你们可别再天天磨着我要人。灵童子，谭宇现在已经进入了伏虎境界，今后你要好好指导他，天心诀的正篇心法也可以传授给他了。原来师傅真的是一直在教授这海龙道法，我还以为他早已经……你们好好修炼，最近这段时间我不会闭关，如果有什么疑问，直接到魔云洞府来问我。哎呀，我说你这小子，这3年了你也不回来看看我们，非让我们担心死是不是啊？哎呦，海龙，你的修为怎么进步的这么快呀？才4年多就达到了伏虎境界。哎呀，好了，各位师傅，你们不要一直发问嘛，我脑袋都大了。这3年到底怎么过的，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就算是一直在苦修吧，师祖他给我吃了不少天才地宝，所以我的修为才会进步的这么快。行了，海龙刚回来，大家就不要一个劲的问了，只要他回来就好嘛。哎，小戴，你脖子上这是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件法宝吧？嘿嘿，当然是法宝了，这是师祖送给我的星蓝环，属于防御类法宝，是灵气级的呀，而且里面有法阵，不需要太多法力就可以催动。怎么样啊，11师傅，羡慕吧？我哟，灵气级的防御法宝，师傅他老人家也太偏心了。那当然了，师祖他老人家其实很和气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小子，算你还有点良心，没白拿我那么多好东西。嘿嘿嘿，海龙啊，你已经进入伏虎境界，这回6师兄也能向2师兄交代了。啊？交代什么？说起来，当初我们也是太自私了。在你刚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完全是想收一个5代弟子，帮我们做杂役的。是2师兄教导我们，化解了我们自私之心。后来，随着你来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我们大家都发现啊，竟然不知不觉中喜欢了你这么个没有任何优点的小子。你知道吗？为了能找你回来，几位师兄带着我们不知道求了师傅多少回。11师傅，有这么评论你自己的弟子吗？我怎么没有任何优点了？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的弟子十分出色吗？像我这么优秀的弟子，你上哪里去找？众位师傅，你们一直在凌云山中不觉得很闷吗？虽然我们修真者可以活到很大的年龄，但我们这一生都在这一个地方住着，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要是能出去玩就好了，遇到一些坏人，我们也能尽展所长，做出些贡献。是啊，我们已经来这很久很久了。不过我们连云宗呢，有着祖训，是不能够随便的离开这儿的。或许这修道成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吧。哪有那么容易成仙的？2代师祖们都修炼了2000多年了，不还是停驻于世吗？也真亏他们能待得住。除了连云祖师以外，你们还听说过哪位祖师得道升仙了？6师傅，要不咱们和师祖说说，出去游历游历吧，说不定对修炼还能有些好处呢。其实说实话，你说的这些我们大家也想过，可是我们已经踏入了修真的大门，就必须要坚持下去。别说你师祖根本不会同意咱们离去，
就算是他同意了，也无法说通宗主那儿。没有宗主和几位2代祖师的联手，这山脉外围的禁制是绝对无法打开的。哎呀，那我们可以趁着每5年一次的收徒之日离开这里啊！那个时候禁制不是就会打开吗？你想都不要想此事。如果你趁机逃跑的话，那就是叛出师门。不但我们连云宗，甚至连整个修真界都会与你为敌的。哎呀，六师傅，你别生气嘛，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唉，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其实下山有力的仙力也并不是没有，不过要等待机会而已。你这小猴子啊，是一点也闲不住。等到以后有机会了，师傅们一定帮你争取。而且啊，以你现在的修为，这出去以后，充其量也只是比这普通人强上一些而已。一旦遇到修真高手或者是强大些的妖魔，恐怕就要吃亏了。所以呢，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好好修炼，至少要超过我们现在的境界，然后出去后才会有所保证嘛。好吧，看来这种平淡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啊。时间不早了，师傅们，你们该进行下午的修炼了。我也想打坐一会儿。走吧，我先把这天心诀的正篇心法传授给你。啊，终于可以学习正统的心法了。六师傅，你可要好好的指导我，我还跟师祖打赌了呢。打什么赌？现在还不能告诉您，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海龙啊，你跟六师傅说说实话，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哎，你别告诉我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啊！我是太了解你的，就从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上，我就能判断得出，刚才那些话都是你临时的编造而出的。哎呀，六师傅，你真厉害啊！刚才那些也不全说的是谎话，我不想骗你们，可是不能说呀。我只能告诉您，这3年我没受过任何苦，师祖他对我也确实很好，您就别问了，等以后可以告诉您的时候，我一定会说的。哎呀，我也是关心则乱嘛。当初呢，你被师父带走，我们大家伙都快急死了。这8个人在一起几十年的时间，过的都是一些比较平静的日子。你的到来呀，也给我们增添了许多的乐趣。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我们可早就把你当成了我们其中的一员了。好了，不啰嗦了啊！你呢，快点去这床上坐好，我要教你这天行诀的心法了。行了，不能说就不要说了。我的好奇心啊，其实也并不强。之所以追问你呢，是怕你受到了什么伤害嘛。谢谢您，六师傅。海龙在您面前发誓，今后无论遇到任何情况，无论我以后变成什么样，您永远都是我的六师傅，其他各位师傅也一样，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徒弟。傻小子，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会不知道吗？行了，冷静一些，你呀也不要再想其他的事儿了。要知道，对于我们修真之人来说，这各种杂乱的感情越多，对于这修为的影响也就越大。六师傅，您开始吧。天心诀是我连云宗的根本法诀，极其的深奥。你现在呢，已经学会了这前3篇的基础内容，我接着传授你正15篇。左眼为日，右眼为月，日月相交于眉心，成一圆相，此眉心之圆相变为天心。哎呀，这斗转境界可真是令人向往啊！我以前听你师祖说呀，如果达到了这个境界，就会拥有着斗转习的能力。你想想，连这天上的星斗都能控制，那得需要多么庞大的法力啊！这山中的生活虽然是平淡，但是这些奇妙的境界，可能就是最吸引我们这练下去的源泉吧。六师傅，我不想吃晚饭了，您去休息吧。我想自己好好回想一下你今天下午教的这些东西。好吧，我们海龙啊也知道要开始用功了。
这六师傅呀是真高兴。我以前不知道用功吗？我可是最勤劳的，只是以前你们老让我做杂役，哪有时间好好修炼啊？怎么回事？你这自己的心里是最明白的。好了，跟你说了一下午啊，哎呀，这还真是有些累了。那如果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问我们，我们呢都会尽量的给你解释的。难道我刚才看到的是幻象吗？是不是我太操之过急了，走火入魔了？不会啊！如果真的是走火入魔的话，我现在应该连动都不能动了。算了，去问问六师傅吧，或许他能解我心中之惑。外面到底是怎么了？六师傅，这是怎么了？你们不修炼怎么跑到这里了？刚才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力，难道有敌人入侵我们连云山脉？并没有什么敌人，不知道为什么，是祖师们正在开启着护山禁制法阵。不过这能量波动可真是够强的呀，怪不得以前别的山的同门曾经说过，咱们连云山的封印大阵其实是祖师留下来的仙阵，威力是极其的强横呐。现在不是还没到5年收徒之期吗？打开封印法阵干什么？难道祖师们耐不住寂寞，想出去玩玩？谭玉儿，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连祖师也敢编排？见过师父，见过师叔。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要叫我师叔，听着怪别扭的。我还是你们的大师兄。小子，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就不会给你脸色看，怎么样？当然，在你的这些师傅面前，也要多给我些面子。成交，成交。弟子谭宇拜见师祖，愿师祖早日升仙，灯荣极乐。这小子不是在咒我死吗？行了，礼数以后可以免了，你少给我惹麻烦就好。师祖，您老人家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难道您知道这仙阵为什么而开吗？我也是前几天才听师傅说的，这次开启仙阵是因为有2位师祖准备外出办事。3年前的接天封顶中封聚首时，宗主曾接到过一封灵札，灵札就是修真者相互传递消息的一种方法，功力高深者可以不受任何法阵的约束。这封灵札是梵心宗宗主雾云佛尊传来的，在灵札上他告诉宗主，现在神州大地上各方妖魔蠢蠢欲动，企图与我方正义为敌，为了能够从容应对，特邀我们连云宗参与7宗聚首之会，共同商讨应对之策。那这回是哪2位师祖去呢？在正道7宗之中，因为我们向来低调，一直排在倒数几位，那中原6宗能对我们那么重视吗？不会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吧？这种大事只有众位祖师才能决定，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师祖，我觉得11师傅说的很有道理啊。这回究竟是哪2位师祖出去啊？我也想知道。好像是缥缈道尊和止水道尊吧。以2位道尊的修为，不论到哪里都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海龙啊，你这次修炼的时间不短，足足有100日之多，看来你已经走上了修真的正轨。有100日了吗？我怎么才感觉1、2天而已啊？怪不得那些师祖们能在山上一待就是上千年，原来时间是这么好打发的。闭关时间长对你的好处很多，不过下回如果你想一次性修炼这么多日子，一定要找个清静的地方，以免被外魔入侵。那我去您魔云洞府好不好？那里很清静，而且灵气很足的。算了吧，你还是去你大师傅的风雨山吧，那里更加清静。师傅，如果去中原的话，2位道尊应该从咱们魔云峰路过吧？待会儿师祖路过的时候，你小子可不许再乱说了。
师祖您放心，我一定不乱说。师祖，这仙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师祖们都只是知道这仙阵的使用之法，而不明其原理，我就更不清楚了。只听说我师父天石道尊他老人家说过，这仙阵似乎是以连云72峰为枢纽而成。接天峰是总枢纽，而外围的12峰则是产生结界之处，期间变幻莫测。9位师祖的修为真是强大，仙阵这么快就已经开启了。师父您看，2位道尊朝咱们这边过来了。大家都抱拳归一，站好了。师姐，咱们好不容易出去一次，这回可要在外面多玩些日子了。依咱们现在的修为，恐怕再过2000年也未必能达到结成境界，用不着急于一时。看来咱们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了。等参加完七宗之聚后，咱们就在神州中原多逗留些时日，过几年再回来也并无不可。好啊，就知道师姐对我最好了。哎，师姐，你看什么呢？哦，那不是上回口出妄言的小子吗？是啊，就是他。其实啊，他还是挺有意思的。几年不见，他好像长大了不少啊。道明似乎对他不错，连新蓝环都给他了。师姐，咱们快走吧，距离3年之期可没几天了。等一下，咱们下去看看吧。那小子既然是6R老前辈相中的人，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师姐，你不会是动了凡心吧？哎呀，别瞎说，我有2000多年的道行，还能动什么凡心啊？只是对这个孩子很有兴趣而已。让他跟着天石那固执的家伙，实在没什么好处。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他收到自己门下。上回在接天峰上，我也没觉出这小子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真不明白为什么6R前辈会看上他。既然师姐有兴趣，那咱们就去看看好了。参见2位道尊。仙女姐姐，你来了。小子无礼，见到我们还不参拜。算了，九妹，他向来都不知道什么礼数的。让我看看。你修炼的速度很快啊，只不过3年不见，竟然已经到了伏虎初期。道明，看来是你指导有方了。这也不算弟子的功劳，都是谭宇他自己知道努力。2位道尊驾临魔云峰，不知道有什么指点弟子的吗？指点怎么说得上？有天师指点你还不够吗？我和之水要出山了，路过这里就顺便来看看。谭宇啊，我可不是什么姐姐，以我的年纪，按人间来论，恐怕要高上你100倍之多了。以后你就叫我一声祖师吧。如果谁要是欺负了你，就到缥缈峰去找我，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师祖，您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似的，所以我才会叫您姐姐。您这样才像是仙人啊！您出山能不能带上我呀？我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游历一番。我们是出外办事，可不是去玩。何况你还刚进入伏虎境界，需要多加修炼，还是留在山里的好。2位师祖，你们出去办事，总需要一个杂役来照顾你们啊。我很勤快的，什么都会干，只要您带上我，我就像一个贴身仆人一样。您要做什么，只需要和我说一声，我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求求您了，您就带着我一起去吧。修真也不是1、2天的事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师妹，你看如何？师姐在莲元宗向来以不近人情而著称，今天这是怎么了？对这么普通的5代弟子，为什么这么容忍？一切由师姐做主。你的调皮我可是见识过了，如果你敢像上次在接天峰那样没大没小的，我可不会客气哦。虽然你是天石一脉的弟子，但不论我把你怎么样，天石他也不会说什么的。我可是很严厉的，你想清楚了？师祖，
您放心，无论您怎么吩咐，我一定会照做的。我愿意跟您一起走。刚才我虽然答应你不乱说，可我现在并没有乱说啊。师祖真不好意思了，外面的世界对我更有吸引力。师姐，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带上他这么个累赘，一定会有所耽误的。不会的，即使我带上他，速度也应该不会比你慢什么。何况我们2个外出，要是连个侍候的弟子都不带，也有点太不像样子了。就这样决定了。道明啊，你不会不舍得吧？但凭道尊吩咐。那好，任务就带走了。最多2-3年，我们就会回来。有我和止水指点，说不定啊，这小子的修为还会增进的快一些呢。小子，这回你可有福了。你等一下啊，我去把你的七修剑拿来。一切小心，一定要听师祖的话啊！别啰嗦了，我们走。仙女姐姐，为什么你不用飞剑就能在天空中飞行啊？谭宇，刚才不是跟你说了，要叫我祖师，在连云宗我可要比你高3倍。达到我这个境界，早已经不需要飞剑了。就算是法宝，不到必要时刻也是不会轻用的。那你脚下这片云朵是我用法力所化，名叫青鳞云。等以后你达到了霞举的境界，也自然会有的。嘿嘿，仙女姐姐，你实在是太漂亮了，而且看上去那么年轻。师祖这2个字用在你身上，我觉得很别扭。你看这样好不好？有别人的时候我就叫你师祖，没人的时候我还是叫你仙女姐姐，这样很顺口的。而且恐怕就算是仙女，也不会有你这么漂亮吧？你呀，就是会耍嘴皮子，随便你吧。谢谢仙女姐姐。哦，对了，仙女姐姐，以后你可不要叫我谭宇了，听起来跟谭云似的。你叫我原来的名字吧，我叫海龙。海龙？仙女姐姐，我家就在离咱们山脉100里外的小村子，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那里呢。当初就是他带着我来连云山脉，可惜他家中有父母，所以最后没能成为我们连云宗的弟子。我想去看看他，您看行吗？你这小猴子可不要太放肆了。带上你已经让九妹不快，而且现在时间真的很紧。我们此行是代表连云宗的，绝不能迟到，必须直接飞往泛心宗。如果有缘的话，你和你那位朋友早晚会见面的。更何况，难道你没发现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连云山脉的范围吗？这里已经距离连云山脉500里了。好了，你也别多想什么，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时间就富裕了，到时候我再带你去吧。啊，谢谢你，仙女姐姐，你对我真好。这回带上这个小子，真不知道是对是错。为什么我总是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呢？难道就因为他那句要娶我的话吗？不会，以我2000余年的道行，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或许啊，这一切都是缘吧，缘分所到，半点不由人。不要想得太多，心境要保持平和，否则会对你修炼不利的。仙女姐姐，我最近修炼的时候看到了一种异常的景象，不知道是不是走火入魔。什么样的异常景象？在走火入魔的时候，确实会有幻觉产生，但异常景象也会出现在修为提升之时。你把当时的情况具体给我描述一下。是这样的，我上次入定修炼了很长时间，在修炼快要结束之时，看到了一条条复杂交错的河流盘根错节，河流中的水是青色的，还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它们不断的循环往复着。那无数条河流虽然杂乱，但它们的运行轨迹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最后会归入一个青色的湖泊之中。哦，
就像我们天心诀中所说的海纳百川似的。这到底是不是好现象呢？仙女姐姐，你怎么了？我看到的是好现象，还是走火入魔的征兆呢？难道你是个天才吗？按照你所说，你看到的情形应该是自己身体内部的情况。可是你才只不过是伏虎初期啊！怎么会有内视的能力？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一般的修真之人最起码要到了了然之境，才能看到自己体内能量的运行状况。看来啊，你还真是得天独厚啊！哎呀，只要是好兆头就行啊！仙女姐姐，谢谢你帮我解惑，这下我就放心了。努力修炼吧，说不定啊，以后你真的会成为我们连云宗继祖师之后第一位成仙之人。哎，仙女姐姐，难道我们连云宗成立万年以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仙人之境吗？在你之前的那些师祖们都上哪儿去了？他们中应该也有突破不坠境界的人存在吧？肯定不会死了。哎，成仙谈何容易，连云祖师是任何人没有见过的，我们也只是从他老人家留下的典籍上才知道，他老人家成功的得道升仙了。至于仙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却是一无所知。不错，在我们9个之前，还有数十位资质很高的祖师通过了不坠境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全都不在了，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够成仙的。那是为什么呢？反正已经到了不坠境界，不受寿元所困，迟早有一天能够进入结成之期的。既然有几十位祖师之多，难道就没有一个能通过天劫成仙的吗？这天劫也太变态了吧！天劫呢，我们谁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是否像你说的这么变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连云宗确实没有谁能冲得过去，其他6大宗派也没有。那几十位祖师只有3种结局。你或许还不知道，上千年的修炼是异常苦闷的，尤其是达到了极高境界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即使心智坚毅之人也很难承受。唉，或许说出来你不相信，在那些祖师当中，竟然有一半是被寂寞折磨致死，他们最后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无尽的生命。说起来，这可能就是心智不坚所致吧。所以啊，后来我们在招收弟子之时，心智坚毅是首要的要求。好啦，你也不要多问了。自杀？他们怎么这么傻？这世界上是多么美好啊！就算把所有好吃的都吃一遍，恐怕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居然有人会嫌自己活的命长，我真的是很难接受。唉，以前我听师父说起这种情况时，也不相信。但事实摆在眼前，我现在啊，就已经有些厌倦这样的生活了。虽然我已经达到了大道的境界，但想上升到结成期，至少还需要1-2千年。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苦闷了。如果所有人都有你这么乐观，当然不会出现自杀的情况。另2种原因的其中一种，还是自杀。还是自杀？难道修真到最后就是自杀的结局吗？不会的，您一定能够成功的突破劫难的。哪有那么容易啊？恐怕就算是宗主师兄也不可能通过啊。仙女姐姐，你放心，等你以后渡劫之时，我一定全力助你冲破阻碍，成为真正的仙女的。嘿嘿嘿，仙女姐姐，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2000年以后，说不定我也已经达到了不低的境界嘛。我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姐姐怎么会怪你不自量力呢？只要你有这份心，姐姐就已经很高兴了。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西域，进入了神州中原地区的外围。这里啊，虽然没有我们连云山脉那么灵气十足，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当缥缈道尊渡劫之时，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一定要帮他成功渡过难关。师姐，你没事吧？刚才我怎么感觉你的青蓝之云能量波动不稳？没事的，只是刚才想了些事情，心情有些失落而已。师姐，你的心智向来坚毅，什么事情会对你产生影响？不是这小子给你捣乱吧？当然不是我捣乱了，我可连动都没敢动呢。这次破例带你出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给我们弄出什么乱子来，可别怪我不客气。虽然有六耳前辈罩着你，惹得我火起，一样让你不好过。六耳前辈，你是说那个怪人前辈吗？哎，难道他有6只耳朵不成？九妹，不要乱说。既然前辈不想让海龙知道他的身份，我们还是代为保密的好。时候到了，前辈自然会向海龙说明的。道明那小子给海龙起的道号实在不好听，到了泛心宗恐怕会被人取笑。以后啊，你也跟我一样称呼他俗家姓名海龙吧。啊，为什么怪人前辈不肯向我说明他的身份啊？只要他不许可，我是绝对不会乱说的呀。很多时候，缘这个字是很重要的，或许是机缘未到吧。师姐，之前在魔元峰我就想问你，这小子再普通不过，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即使是你门下那些弟子，也没得到你这样的关照吧？我刚才不是说了，或许就是一个缘字作祟。不错，海龙是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但不知道为什么，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清晰地感觉到我们之间似乎有着什么关系似的。每次看到他，我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记得以前师尊曾经说过，如果我想渡劫升仙，有很大可能要取决于一位贵人，只有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有冲破劫难的可能。刚才我和海龙谈了很多，我们说起了渡劫时的危险。在那一刻，我突然清晰地感觉到，海龙这个只有伏虎初期的小子，似乎就是师尊所说的贵人。虽然我不能肯定，但这个可能性极大。师姐，你知道吗？同样的话，师尊也对我说过，不论你是否真的找到了自己的贵人，最起码已经有了目标。可我的贵人现在却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真是出人意料啊！没想到你那所谓的贵人居然会是他。虽然不能肯定他就是，你也一定要看牢他。2000年以后，或许他真的能帮上你也说不定。放心吧，我会尽量对他好一点的。等回去以后，咱们向宗主说说，争取把他调到你的门下。师妹，你错了，我们修真之人讲究的是自然。如果他真的是我的贵人，不论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他都会帮上我的，一切皆不可勉强。以你的修为，难道还看不出海龙这孩子面相清奇，眉宇间透露着一种王者之相吗？或许连云宗未必就真正适合他发展下去啊！一遇风云变化龙，他的成就实在是不可限量啊！我们这些长辈只需要从旁辅助就是了。海龙看看缥缈道尊，又看看止水道尊，他们两人就那么对立着，谁也没有吭声，只是偶尔能看到他们樱唇轻启。这些修为高的道尊真是古怪，他们这样大眼瞪小眼的是在干什么呀？我们这样急速前进并不适合修炼，反正还有1多半的路程，我们就给你说一些中原6大修真宗派的事儿吧，也好让你对他们有些了解。好啊，我最喜欢听故事了。师妹，你来说吧。除了我们连云宗以外，神州中原还有6大宗派，他们分别是泛心宗、莲花宗、问天流、
圆月流、千惠谷和武曌仙。这些宗派皆属正道，其中范心宗、莲花宗乃是出世修佛之人，其他4个宗派和我们一样，同属袖珍系统。不算我们连云宗，现在这6个宗派的排名是这样的：实力最强的是武曌仙，然后是范心宗、千惠谷、问天流、圆月流、莲花宗。6个宗派中实力最低的是莲花宗。莲花宗之所以实力相对较弱，主要是因为他们宗派的人数较少。据我所知，很少有超过30个人的时候。莲花宗的修佛者全为女性，这点和范心宗正好是相反的。他们宗派所在的莲花佛境和范心宗的范心禅境被我们修真之人称为佛门的2大圣地。圆月流和问天流我就一起跟你说吧。这2个宗派同气连枝，单拿出来实力都很一般，但如果联合起来，其势力之大甚至更要超过武曌仙。在修真界有这样一句话：红粉胭脂圆月剑，秋沙金锋问天枪。这句话代表着这2个宗派擅长使用的法器，他们的修行之法都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最为奇特的是，这2个流派的心法完全互补。一名了然境界的问天流弟子，加上一名了然境界的圆月流弟子，联手施展法力，其威力之强，竟然可以提升到贯通境界。2人联手才提升1个境界，不是很一般吗？你不要小看这1个境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修真者相差1个境界，其修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问天流和圆月流向来同气连枝，尤其是来同进同退，即便是武曌仙那样的大派，也绝对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在所有的7大宗派中，也属问天流和圆月流中的道侣最多。你可能已经想到了，问天流中的修真者多为男性，而圆月流反之。虽然结合成道侣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修为的提升，但道侣之间的心意相通，却能大大提升他们的联手之力。或许一对默契十足的夫妻能在施展法力时提升2个境界也说不定。师祖，我有个问题能不能问您啊？可能有些冒昧，您别介意。你问吧，不过不要太过分。嘿嘿，我想问的是啊，既然问天流和圆月流能够研究出这种夫妻配合的道法，那我们连云宗难道就不能吗？如果您和其中一位师祖修炼成这种道法，然后再结合成道侣的话，修为提升1个境界，那不是会有更强的实力吗？甚至我们连云宗都能利用这种办法提升整个宗派的实力。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这种道法是那么容易就琢磨出来的吗？那是经过问天流和圆月流数千年的研究而成的。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道行，怎么会再接受什么道侣呢？这种话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了。九妹，我好像已经有1000多年没见过你羞涩的样子了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和海龙这小子在一起会很轻松，似乎我们的心都年轻起来了似的。哼，年轻什么的我倒是没觉得，只是再和这个小子在一起，恐怕我就会被气死了。真不明白，当初道明那几个弟子怎么会收了他这么个活宝回来？嘿嘿，还不是因为我天资聪慧吗？其实啊，说起来，2位师祖还真的很难和别人结合成道侣了。其他那些师祖们都老丑得很，怎么配得上2位师祖呢？如果真的结合了，那岂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吗？可惜我年纪太小，修为又差，如果早生上个2000年，说不定还真可以。海龙，你实在是太放肆，连祖师都敢编排。这是第1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再犯，我就让你承受相当于现在100倍的痛苦。在我们连元宗之中，没有谁能够侮辱或者辱骂师长的。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告诉你，我那些师兄并不像你所说的如此不堪。
我和三师姐是因为比较注重外表，所以才会保留着年轻时的样子。以我们2代弟子的境界，别说保持青春永驻，就算变化成什么其他形态，也是轻而易举的。我那几位师兄是因为将心思全部放在进修之上，所以才会任由自己处于衰老的样子。如果他们想的话，每一个人都能变得比你更年轻。师兄们都是我最尊重的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不要以为六耳前辈能够帮你保护你，如果我想结束你的小命，或者让你尝尽人间至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谁也无法阻止。感觉怎么样？道明实在是太心慈手软了。如果你是我的弟子，我早把你这些坏毛病都治过来了。你要时刻记住，我们是你的师长，对于我们，你只能有尊敬和服从。如果此次前往泛心宗，你胆敢在其他修真宗派面前放肆，后果你自己想清楚吧。师妹，够了，他的身体弱，不能承受太大的痛苦。师姐，你就是太心软了，像他这么皮的小猴子，却要多教训教训。哼，我就不相信谁不害怕痛苦。这回就这么算了，你要牢记我刚才说的话，知道吗？海龙，刚才师妹只不过是用法力刺激了你的神经末梢，对你的身体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她也是为了你好。要知道，我们修真之人保持一颗恬淡之心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快把这颗清心丸吃了吧，对你会有好处的。不用了，师祖，我只不过是一个凌云宗一名最低代的弟子，不要浪费了您宝贵的丹药。我想，我只需要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止水师祖教训的是，确实是我太放肆了。师姐，你怎么能把清心丸给他吃呢？那可是连白吃都能变聪明的灵丹，你要是多的话，还不如给我呢。你看，这回他乖多了吧？以后定能给我们少惹些麻烦。唉，师妹，你继续给他讲述其他门派的事情吧。我操纵青蓝之云，急赶一程，争取早点到达泛心宗。你现在这个样子才像样嘛。以后只要你能保持这样恭敬，跟着我们，自然会有你的好处。我对圆月流和问天流都没什么好感，他们同武曌仙一样，向来自恃得很。武曌仙是由5个达到不坠境界的高手任宗主，由于他们的修为不弱，所以才能占据中原6宗之首的位置。6宗之中，千惠谷和泛心宗和我们关系比较好，尤其是泛心宗。雾云佛尊曾亲到我们连云山脉做客，可以说是中原6宗之中唯一知道我们真正实力的人。是师祖。何妨妖孽，敢挡我去路！好漂亮的小姑娘呀！好漂亮的小姑娘呀！没想到我这500年不出世，这修真界竟然有了你这等修为的人物，还可以驾驭云朵了。如果你肯臣服于我，我就收你为姬妾；否则，现在就吞噬了你的元神，让你永世不得超生。没想到刚一出山就遇到你这3眼妖，看上去你也有1000年修为了吧？如果你现在离开，我可以上体天心饶你一命，否则我就让你那千年道行毁于一旦。像这种千年道行的小妖，还不看在世界眼中，你只要看着就行了。这邪物本是人类，凭借着吸收阴邪之气与妖魅结合而修成了3眼妖体，道行虽然不错。小道姑，不要以为你也有1000年道行就能和我抗衡了。老子苦修500年，为的就是屠戮你们这些自诩正宗的修真之人。既然你不识好歹，哼，那就让你见识一下老子的厉害。天地无极，万法归宗，破！米粒之珠也现光华。以你的修为，
也想与我相抗衡吗？六合太阴太冲居，三神云氏第四门，更是万邪相照耀，噬魂残身，灭天地。臭丫头，看法宝，万邪太阴幡！好妖物，竟然敢炼制如此有伤天和之邪物！今天饶你不得！神霄剑现！天罡指出有雷霆，便向其中一六丁。若解各中蝎子诀，信之造化掌中生。妖身随罡星所指，罡星指丑，其身在位，所指者吉，所在者凶。万邪妖魔，渡劫化生！上师，求您饶我一条小命吧！我欲将所有的法宝都交出来，求求您饶了我吧！除恶就是行善，受死吧！天地雷动，神霄天威，现！元神想跑吗？没那么容易。天威再现，邪物已逝，威归于天。银，师姐，你的神霄天雷运用的越来越熟练了。我看啊，大师兄恐怕都很难应付啊。如果没有这柄接近仙气的神霄剑，我也不能那么轻松的用出这个刀法。诶，九妹，海龙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刚才在三眼妖祭出万邪太阴幡之时，他被邪音所扰，我刚想助他一臂之力，他却自己跌坐在青蓝之云上，心神竟然稳定下来，再不受到任何干扰。这小子身上奇怪的事情还挺多，或许这也是六耳前辈帮他的缘故吧。有同道之人前来，他们必定是发现了我用的天雷，咱们快走，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实力。明明就是这里了，怎么会没人呢？大哥，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许刚才那并不是什么天雷，只是一片彩霞而已呢。凤妹，我敢肯定，刚才那红色的光芒绝对是天雷，而且是级别最高的神霄天雷，必然有同道中人在这里除魔灭妖。而且这位同道的修为之高，恐怕连我们宗主也难以相比呀。这么高深的道法，恐怕也只有五照仙中的几位宗主可以达到了。那神霄天雷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厉害？难道我们联手还无法抵敌不成？六宗内能胜得过我们的，除了各派宗主和长老以外，还真不多见。哎呀，咱们走吧。七宗聚首之期将至，师父叮嘱我一定要去呢。真不知道泛心宗的雾云宗主是怎么想的，这次非要邀请连云宗那个西垂小派。哼，那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家伙，能对除魔卫道起什么作用？是啊，不过雾云宗主是我们六宗中境界最高之人，他做的事一定有他的道理。凤妹，你可不要小看这神霄天雷，那可是我们修真道法中最高深的几种法诀之一，有鬼神莫测之能。当初1000年前五照仙的5位宗主曾经联手施用过此法，将魔宗高手消灭大半，就连魔宗宗主厉天都险些丧命在天雷神威之下。唉，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要不然我们一定要好好拜见5位前辈，请领教义。虽然现在神州大地到处都潜藏着危机，沉寂1000年的魔宗、妖宗、邪宗蠢蠢欲动，但只要我们正道联合起来，他们又能有什么作为？单是我们圆月流加上你们问天流，就足以消灭这邪恶的三宗了。哎呀，咱们快走吧，要是迟到了，师尊要骂了。海龙，你让我惊讶的地方真是越来越多呀！竟然能够凭借自身的修为抵抗住万邪太阴幡的邪音入侵，你的定力已经很不错了。只不过是声音，就差点让我全身爆裂。如果真正面对那邪恶的攻击，
恐怕我早就完蛋了。你也用不着过于气馁，毕竟你才仅仅修真4年而已，和那三眼妖的千年道行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以你现在的境界，能够在万邪太阴幡的邪阴下自保，完全可以引以为豪。要知道，万邪太阴幡乃极为邪恶的法宝，那三眼妖虽然尚未将它修炼到极致，但威力也是异常强大了。你知道那邪恶的法器是怎么修炼而来的吗？之所以称为万邪，就是因为想练成此番，最起码要吸收1万个人的身魂才能成型。如果让它吸收到几个强大修真者的元神，其危害性将无法估量。所以我才痛下杀手，以神霄天雷将其击毙，并打得魂飞魄散。真是罪过呀！师姐，你也有点太小题大做了。那三眼妖只不过千年道行，你却用了神霄天雷，就算是魂飞魄散，他也足以自傲了。神霄天雷毕竟是可以比拟出奇天劫的威力啊！本来我也没想释放如此强大的道法，只是那万邪太阴幡有着很强的遁力，一个不好，让三眼妖逃逸可就不好找了。我们还没到繁星宗，就遇到这等千年邪物，看来神州大地确实是不太平了。祖师，您所用的神霄天雷究竟是什么样的道法呢？需要修炼到何种境界才能施展？神霄天雷乃我修真界无上道法，对施法者的要求很高，至少需要大道以上的境界方可展现出它一定的威力。我是凭借接近仙气的神霄剑相引，才能发挥出它5成的威力。神霄天雷也称为雷霆劫，雷为阳，霆为阴，阴阳合而为雷霆。雷霆赖日宫太阳，而威赖于乐府太阴，而神赖北斗九星，而为书侠，知天地之中气，雷霆也；理天地之中正，雷霆也；宗庸祸福，雷霆也；佐理枢机，雷霆也；统御阴阳，摄遁地，即雷霆也。当修为境界提升到脱胎之后，将结成金丹，即可进行雷法的修行。所谓诸法之中，威力最大的是雷法，夫雷霆者，天地枢机，故雷乃天之号令，其权最大。3界9地，一切皆属雷可总摄。等你以后修为达到之后，我自会传你这雷法之学。想修炼这强大的雷法，真的必须要过脱胎境界吗？那是必须的。我跟你说过，道法修炼需要循序渐进，绝不可急行造极。雷法的修炼特别注重内丹的修炼，不成金丹大道，根本无法真正的领会雷法之奥秘。修炼雷法需道体法用，即修成内丹与道合真为根基，发之于外，则形成种种神通变化、玄妙法技。什么时候你能做得丹气充盈，一气才动，风雷云皆作，禽兽山木俱生，那才是真正入了雷法的大门。师妹说的对，这雷法修行极为艰难，即使是我，现在也只能算是进入人丹境界而已。祖师，什么是人丹境界啊？缥缈道尊道：金丹形成分为5个境界，想提升一个境界实在是太难了。当你的修为境界突破脱胎之后，就会进入最基础的灵丹之境。等达到了不坠轮回之后，再不受5行元兽约束，即进入人丹之境界。达此境界，也可以算是半仙之体了。自我修真以来，只听说过一人突破了人丹境界，达到了地丹修为，那就是我们连云宗的连云祖师。你知道地丹之境代表的是什么吗？那就是羽化登仙。这仅仅是金丹的第3个境界就已经成仙了？那后2个境界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修为？后2个境界可以说完全是传说了。在道家的典籍中曾云，由地丹升入天丹之境，将化为神仙；从天丹化为神丹，将成大罗真仙。
至于这大罗真仙是什么样的修为，就不是我们这些修真之人可以明白的了。好了，今天我们跟你说的已经够多了，仅是这些东西就够你体悟很长一段时间。休息一会儿吧。我的记性还不错，终于到范心宗了。师姐，该醒醒了。师妹，你的修为似乎又进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到了目的地。为什么他入定就不怕惊扰呢？六师傅不是说入定时一旦被外界惊扰，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吗？过了不坠境界，我们几乎就不可能走火入魔了。即使是做死关，灵诀也是非常灵敏的。唉，我的境界和两位师祖相差实在是太远了，有很多事情都很难明白。不要着急，以后随着你修行的进步，会明白的。师姐，你的法力恢复了吗？毕竟我只用天雷攻了2次，法力早已经恢复了。咱们准备一下，就直接下去吧。待会儿我们一起下去之后，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修为，更不可提起师姐曾用过神霄天雷之事。不论其他宗派弟子如何看不起你，你都要忍耐，明白吗？毕竟我们连云宗还不想参与到中原六宗的行动，这次来只是给雾云宗主一个面子而已。弟子明白，祖师的话我一定会铭记于心。你还是很机灵的嘛。师姐，我们开始吧。现在我们就像最普通的修真者了。师妹，海龙，咱们下去。连云宗，原来3位是连云宗的道友，真是少见啊！没想到这次雾云宗主召集聚首竟然也包括贵宗。前辈，为什么正派聚首就不能有我们连云宗呢？道友不必称我为前辈，所谓学无止境，达者为尊。在下并没有看不起连云宗之意，只是连云宗地处遥远，又向来不参加其余6宗发起的聚会，所以才有所惊讶而已。道友请别误会。在下失言了，请前辈原谅。道友此来是代表千惠谷的吗？我只是千惠谷中的一名普通弟子，又怎么能代表师门前来呢？这次来的是我的2位师叔，同鹤真人和紫鹤真人。前几天我收到师叔灵札，吩咐我前来观礼，所以就赶来了。3位道友，咱们边走边说吧，请。别露声色，我是在用传音之法在和你说话，千万不要小看这白岩真人。如果我看得不错，他至少有道龙的境界了。上山之后，你尽量少说话，多听多看，以增长见闻和阅历。还有，从现在开始，你要称呼我为师父，称呼止水为师叔。这修真界随便出来一个人，修为都要比我高得多啊！看来等回去以后，我自己真的要好好的修炼才行。我以前曾经听同鹤、紫鹤2位师叔谈起过贵宗之事。当时他们曾经和贵宗一位前辈切磋过，结果以2人联手之力，还是被贵宗那位前辈所败，使我这2位师叔大为敬服。不知道贵宗那位前辈现在安好否？有机会我真想向那位前辈请领教义。原来这次代表千惠谷而来的是那2个人，看来自己想保密修为恐怕还真不容易啊。道友所说乃是我们的师长，他老人家还好，多谢道友记挂。如道友愿意，以后大可到我们连云宗来游玩，毕宗一定竭诚欢迎。好啊，反正我下山游历需100年之久，等有空时一定登山拜访。哎呀，久闻连云山脉中的接天峰，仍乃最近仙界的接天圣境，这次终于可得其门而入了。那你们千惠谷不是也很神秘吗？道友以后可否也带我们去参观参观啊？这恐怕不行，主要是师门规矩太多，我也没办法。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引道友前往的。道友不要听他乱说，我们并无探寻贵宗之秘的想法。
不是告诉你不要乱说话吗？随便打听人家宗派之秘是犯忌的。啊，这不怪道友，我们千惠谷在其他道宗眼中啊，实在是太神秘了。这位道友似乎刚进入修真界不久吧？是啊，我现在刚刚达到伏虎境界不久，让您见笑了。哎呀，小兄弟不必自谦，你的根骨是我所见之人中最好的，将来成就一定不可限量啊！我根骨好吗？我师父可说我根骨差得很啊。道友，你这徒弟的根骨非常不错呀，从皮肤莹润程度来看，似乎是我们道家所说的道合迎击之体呀。这个老玻璃，刚一见面就盯着我皮肤看，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后还是离他远点的好。或许是我眼拙吧，不过我这小徒修炼倒也刻苦，这次带他前来，主要是为了让他见见世面，让道兄见笑了。难得道友能够如此关照弟子，当年我在伏虎境界的时候，师父连门都不让我出，和我比起来，这位小友要幸运的多了。哈哈，我们已经爬到一半了，这里就是范心宗的山门了。几位前辈请了。在下连云宗弟子缥缈，携师妹止水、小徒海龙，特来赴会。前辈请上，毕宗在山顶，那里会有人接待前辈。前辈，请您出示毕宗灵札。我是千惠谷弟子，是同鹤、子鹤两位师叔命我前来。灵札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应该就在山顶处，我可拿不出什么灵札了。都是同道中人，难道不能通融吗？对不起，前辈，宗主吩咐，如果没有灵札，一律不能放行。在我宗散发的灵札中有明确提示，如师长续携带弟子前来时，一定要一同登山。没有灵札，我们不能让您过去，请回。怎么这么多规矩啊？缥缈止水两位道友，怎么这么多规矩啊？缥缈止水两位道友，你们看，这既然是范心宗的规矩，我们也帮不了你了。我看你还是下山去等待柜门的两位前辈吧。好吧，看来我也只能先下山了。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让我的去了。先前的一身正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和邪恶。原来是妖孽所化，胆敢欺骗于我，饶你不得。小丫头，现在知道有点晚了吧？等我收拾了这些小和尚，一定找个地方和你们乐呵乐呵。师妹，抓活的，让雾云宗主处置他。乾坤无极，天地间，小丫头，竟然有这么高的修为，本尊走眼了。咱们后会有期吧。这厮好强的遁术，看来他的修为至少达到侠局之境了。他似乎是出自魔宗，在自知不敌的情况下，竟然用出了天魔遁体大法。此时想必已经在百里之外，这些邪魔歪道真是猖狂，竟然敢到范心宗的根本重地来惹事儿。如果不是遇到咱们，恐怕范心宗会有不少伤亡。多谢三位前辈援手之恩，同气连枝，相助是应该的，你们不必客气。只是雾云宗主怎么会派你们于此守护山门呢？如果有几位范心宗本尊级别的高手在，刚才那魔头也不会轻易得手，害死你们两位同门了。什么事需要发送求援信号？参见雾玄本尊。好妖孽，竟然敢来我范心宗放肆，看法宝，灭量无数，无边众生。本尊别动手，我们不是敌人。九妹，不可！九妹，你怎么能随意动用齐天轮？幸亏雾玄本尊的佛钵已达宝器极品的境界，
否则他的肉身就完了。我不是故意的，他的符波威力太大。原来是缥缈和止水2位师姐道子，雾云有礼了。慧云宗主您好，真是不好意思，九妹误伤了贵宗的雾玄本尊。当下他简单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彼师弟无礼之处，老衲代他向2位道尊谢罪了。都怪我下手不知轻重，在惊慌之中引动了齐天轮，才致使玄武本尊受了重创，还毁了他的法器，请宗主见谅。一切皆有因果，雾玄嗔念太重，这也是对他的教训吧。多谢2位道尊及时施救，又以灵丹相辅，才保住了雾玄这一身皮囊。雾痛、雾明2位师弟，麻烦你们将雾玄带回去静修，他至少要闭关1年，才能恢复原有的修为。是宗主，是宗主。哈哈哈，2位道尊前来，雾云未曾远迎，失礼了。如果不是2位道尊，我泛星宗门下弟子损失将更大，请2位道尊原谅雾玄之前的莽撞啊。宗主不必客气，雾玄本尊也是看到门下弟子死亡才会贸然出手的。唉，现在我才明白宗主为什么会以灵札相邀。这魔妖邪3宗确实猖狂，竟然敢来泛星宗重地杀人。2位道尊，请随我上山吧，我们稍后再谈。这位小道友是2位道尊的门下吗？他身上怎么会有如此罕见的佛气呢？佛气？我身上会有佛气吗？不会吧，宗主前辈，我可不想当什么和尚，您可别拉我进泛星宗啊。没有道尊们的同意，想让你进我泛星宗啊，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据我宗典籍记载，这身具佛气之人修佛，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说不定能够升入佛界，成为真正的尊者呢。海龙调皮得很，不过在修行方面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至于他身上有佛气，我倒是没有感应到。其实他并非我们门下弟子，属天使门下，修真不过4年余，刚刚进入伏虎境界初期。修真4年多就进入到了伏虎初期，已经是给足了老衲的面子啊！有机会，老衲定当登门拜谢。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啊！就算是身具佛性，也不可能有吸引佛光佛气之能。这3花聚顶，那更是我佛宗特有的修为。缥缈、止水2位道尊，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宗主，海龙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他身上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佛性？似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修佛境界似的。难道这小子真的天赋异禀，和泛星宗有缘吗？2位道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拿泛星宗的至宝泛星九舍利跟你们交换。我呢，想收这个孩子为这关门弟子。如果他能加入我这泛星宗，将来的成就绝对会在我之上的，恳请2位道尊成全呐。对不起宗主，海龙乃天使门下，而且这种事儿也不是我们能做主的。您如果真的有心，不妨去接天峰找毕师兄接天道尊相商，也只有他才能决定闭门之事。对不起2位道友，我实在是太冲动了。我能看出这孩子的不凡，接天道尊又如何看不出呢？要知道
无论是你们修真界还是我们修佛界，找到一名天赋极高的弟子，可比找到一件仙器更为重要啊！我明白了，接天道尊是绝对不会相让的。不过这孩子与佛有缘，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可以指点他一番。看来呀，这连云宗真是得天独厚，也不愧为这真正的正道七宗之首啊！你们怎么都看着我啊？刚才是怎么了？奇怪，明明吸收了大量的佛气，为何你的修为还是停滞在这伏虎初期的阶段呢？这不应该啊！而且从刚才这三花聚顶的情形来看，你的修为至少应该超过这胎成之境了。宗主啊，我们修真的境界提升的是很慢的，而且修炼不是循序渐进的好吗？境界提升太快，未必就是好事吧？你这真是个得天独厚的孩子啊！未来的成就一定是不可限量。好了，咱们先到大殿再说吧。以后若是有机会，老衲呀，定要和小道友深谈一番呢。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连云宗的缥缈真人，这位是连云宗的止水真人。千惠谷同贺有礼了，止水真人，千年一别，您风姿依旧啊。千惠谷子贺有礼了，止水真人，千年一别，您风姿依旧啊。两位真人不必客气，千年来，两位真人的修为增进定然甚多，止水不及矣。真人客气了，我们如何能同您相比呢？这次七宗盛会两位真人能来参加，真是大大增强了正道实力啊！有机会定再次向真人讨教真法。原来两位真人同止水真人相识，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缥缈真人、止水真人，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五兆仙的木松宗主。原来道友就是五兆仙的5位宗主之一，缥缈有礼了。缥缈道友不必客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连云宗的门人，果然是见面不如闻名啊。我们连云宗只不过是小门小户，怎么能同七宗之首的五兆仙相比呢？这位则是五兆仙的水运宗主。哼，这五兆仙果然是糟得很，好像谁都欠了他几百两银子似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是问天流的刑天真人，这位是圆月流的玄宇真人，这2位乃是道侣。这表面上很普通的2人，至少都拥有着侠举初期的修为。如果联手的话，恐怕不止达到不坠的境界，结合成道侣后，仍然能有这么高深的修为，实在不容易。显然，这2人天赋极好，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红粉胭脂圆月剑，秋沙金锋问天枪，2位真人修为高深，果然名不虚传。哈哈，缥缈真人的修为似乎也是不浅，属刑天眼拙，实在是无法看出您的境界呀。这看上去啊，修为还不如我呢，师傅当然看不出来了。大胆！长辈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哦，真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这小徒实在太过放肆了。道兄不必客气。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们问天流就这么教育弟子的吗？毕宗之事，在下自会处理。这连云宗教的徒弟都是这么没有规矩吗？同这种人没必要一般见识，就当是狗吠好了。啊，对不起，刑天师兄，回去后我必好好教训小徒。这位是莲花宗莲书宗主。见过2位真人。哎，
我们怎么经得起宗主如此大礼？真是折煞我了。缥缈真人，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1700年前，在巴雨山下，您救了一名溺水的女孩，并赐她食物，赐她钱财，使她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这个女孩投入了莲花宗门下，正是今日的莲叔。缥缈真人的大恩，莲叔没有一刻敢忘。虽然勤修佛法，但当初缥缈真人脸上流露出的善意笑容，始终深深烙印在莲叔心中。1700多年过去了，岁月并未在真人脸上留下任何痕迹，您的容貌仍如往昔一般。刚才在见到真人脸挂笑容时，我就已经认出了您的身份。没想到事隔1700年，我终于又见到了您。这一礼和您当初的救命之恩相比，已经是太轻了。如今后真人有需莲叔帮忙之事，只需一指灵爪，莲叔必以最快速度赶往。小妹妹，原来是你啊！当年一别，没想到再见之日，你竟然已经成为了一宗之主，我还真是没认出来呀。你长大了，比当初还要漂亮得多。当初之事，你不必太记挂于心。拯救苍生，乃我辈使命，无意中为之而已。哈哈哈！师妹，可真是恭喜你了！缥缈真人呐，真是没想到，你竟然就是师妹念念不忘的恩人。你可知道，正是由于你这当初的善举，才使莲花宗得到了一位优秀的宗主。短短的1700年，他就已经成功的进入到相当于是你们不坠的大圆满之境，乃这莲花宗的奇才呢。师兄谬赞了，师兄谬赞了。缥缈真人，等盛会之后有空，定要到我们莲花宗做客，莲叔必道侣相迎。乌云宗主，今日好像不应该是叙旧之期吧？既然人已经齐了，我看您可以开始了。首先呢，乌云要感谢各位同道的前来，使得我们泛星宗蓬荜生辉。此次召集各宗，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神州大地自1000年前正邪一战以来，平静了很长时间。神州大地已经有多起妖魔肆虐之事，对于他们的这种挑衅行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让他们继续使这大陆上生灵涂炭。只有我们正义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给那些妖魔以沉痛的打击。宗主所言极是，千惠谷必全力支持。我建议我们荡魔的力量不宜过于分散，可由各宗派联合起来组成几个分队，于神州大地上搜寻魔宗，一有发现，立刻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同贺道友，不知贵宗门下是否有一位名叫白岩的弟子？有，白岩乃是我师侄，师从辟谷掌门白鹤道尊。难道真人见过他吗？他现在应该就在神州大地上游历着。由于乌云宗主的到来，才将那妖人吓退。乌云宗主，实在不好意思，我想让子鹤师弟下山去寻找白岩的下落，以免他被妖魔所成。还请子鹤道兄一切小心呐。那妖人身上肯定有着正宗的法器，而且能够隐藏着自身的气息，可千万不要上当才好呀。宗主请放心，我们千惠谷自有识别本派门人之法。各位宗主、道友，子鹤先告辞了。缥缈真人，谢谢您的及时提醒。邪道三宗诡辩之处极多，我们还要多下防范才好，希望不要是道相魔掌啊。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同贺道兄所言与我不谋而合，
如果各宗联合起来，必能互补，或可收奇效。其他各宗以为老衲建议如何？乌云宗主的建议可取，我认为可以将各宗人手分为5队，分别由我武兆仙5位宗主统帅，才能消除妖魔，铲除邪恶。木松宗主，我觉得这统帅之人还是需这从长计议才好吧。当以这有德者据之，如全由这武兆仙宗统帅，恐怕不妥吧？有何不妥？我武兆仙乃正道6宗之首，我负责统帅全局也是应该的。两位不需争执，这统帅一事可以稍后再议。我们先要定下这荡魔之期才好。还有，木松宗主，我们正派并非6宗，应该是7宗才对。我并无口误，像有些小宗小派实力薄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武兆仙宗同意此次的行动。武兆仙的实力就一定很强吗？难道木松宗主自认为在修为上能够超过雾云宗主？我们正道7宗中并没有什么小门小派，如果武兆仙这样没有合作的诚意，我看还不如不要参加的好。连叔，你是什么意思？我所说的小宗小派可并不是指你们莲花宗这种降妖伏魔的大事。我武兆仙宗身为众宗之首，怎么能不参加？雾云宗主确实修为高深，我说的都是事实，怎么会没有诚意呢？请你慎言。两位宗主请息怒，现在妖魔横行猖獗，像这种大事啊，还是不参加的好，以免到时候出了什么纰漏，受到各位所在的大宗派埋怨。我们此来只是想看看邪道究竟猖獗到什么程度。通过各位宗主带来的消息，以及我们泛星宗自行收集到的情况来看，现在那些邪魔歪道是极为的猖狂。邪道3宗分别是魔宗、妖宗、邪宗，最可怕的是，就是他们有一种可以刺激人潜力，使其短时间内修为大增的邪法。正是通过了这种邪法，才使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雾云宗主已经尽可能的详尽的分析了邪道3宗，虽然他们总体实力不如我们，但如果倾其全力攻打我们某一门派的话，还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建议我们正道应该建成一个联盟，推选盟主来统一调度，这样在与邪道抗衡之时将会顺利得多。这说来说去木松宗主，你的意思不还是想让这武兆仙来统领我们正道7宗吗？我看这结盟可以，但我们问天流就推荐这雾云佛尊为宗主。不论是从德行还是从这修为来看，雾云宗主才是这不二人选嘛。谁为盟主都无所谓，只要能带领我们消除邪道就是。不过对付像厉天那样邪道顶级高手，恐怕并不是雾云宗主一个人能对付的吧？不行，我不同意。如果有你们武兆仙的人任盟主，那我们问天流就退出结盟。这些就是所谓正道中人嘛，为了权力争得面红耳赤的，这还没去对付邪道呢，自家就打起来了，怪不得祖师们不愿意参与进去。宗主，他们是我们问天流和圆月流的弟子，冷心和雪凤。木松宗主，没想到这贵宗竟然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知是贵宗的哪位宗主发动着神霄天雷铲除的妖魔神霄天雷？你没搞错吧？想发动神霄天雷，
我们至少要2人才能发出其基本的威力。我和水运宗主都在这里，而另外3名宗主则闭关修炼着。难道是你亲眼所见吗？还是你这刚来的弟子告诉你的？恐怕他看错了吧。在我们正道中，不是只有武曌仙能够以这神霄天雷相敌吗？这冷心是我最好的弟子，可绝对不会看错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2名不坠以上境界的高手，是根本不可能发动神霄天雷的。道友为何发笑啊？难道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吗？莲叔宗主，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一个成语，叫做坐井观天。你说谁坐井观天啊？我可不是说你啊，谁短视我就是说谁呗。木松宗主，您脾气好大呀！我有件事情不明白啊，有捡金子的，有捡银子的，为什么还有人会来捡骂呢？您这么德高望重，哎，谁会说您坐井观天啊？好小辈，就知道你们连云宗没有什么好东西。今天我饶你不得。师叔，当着这么多道友的面，你怎么能妄动无名呢？你丢的脸还不够多吗？缥缈真人，贵门下弟子似乎有些太无礼了。我希望你能还我武曌仙一个公道。水运宗主，海龙刚才似乎在和莲叔宗主说话，而且也并未指明所说何人，是有什么公道可还？哼，我武曌仙宗虽然不会去为难小辈，但却绝不能受到任何侮辱。止水真人，如果您不肯承认先前贵门下的无礼之举，我将向您挑战，以维护我武曌仙宗的荣誉。你们武曌仙嚣张惯了，不是坐井观天又是什么？海龙根本没有说错。你想挑战我吗？奉陪。师妹，不可冲动，这里是泛心宗之地，应该由雾云宗主做主。我已经忍他们武曌仙很久了，他们的嚣张可不是1天2天，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还真以为修真界无人了呢。师姐，你别拦着我，就让我还他个公道好了。水运宗主，你想如何向我挑战？我奉陪到底。阿弥陀佛，2位请给老衲一个面子吧，还是不要动手的好。哼，雾云宗主，这是我们武曌仙同连云宗的事儿，您放心，我不会在你们这里动手。止水真人，我们泛心宗外一战。既然2位道友执意动手，那就看在老衲的份上，尽量手下留情吧。哼，止水真人，我在外面等你。如果你怕了，现在认输还来得及。不如由我替止水真人领教宗主高招好了。哼，天书宗主，难道你们莲花宗也要与我武曌宗为敌吗？这似乎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吧。你们武曌仙原来是欺软怕硬之辈。天书宗主，你不必和他们为敌，让我来领教领教水运宗主的高招。几千年了，我连云宗一直不愿意与人争斗。师妹啊，难道你真的要让我们卷入这漩涡之中吗？虽然我们不愿与人争斗，但别人既然已经欺到门前了，我们还能不应战吗？师姐，回去后如果宗主怪罪，就由我一力承担好了。你看好海龙这小子，别让他再乱说话，去让我领教一下武曌仙高深的道法。水运宗主，请。师祖，止水师祖能打得过那个什么宗主吗？武曌仙身为正道第一大派，他们宗主的修为肯定不弱吧？胜败不需要你担心，止水的修为要略高水运一筹，而且在咱们连云宗2代弟子中，由于止水修为最弱，所以身上法器也最多。缥缈真人，还是我去替下止水道尊吧。水运宗主的修为不弱，恐怕不好应付。莲叔小妹，哦，你不会反对我这样叫你吧？虽然我们没有你天赋那么好，
但毕竟也修炼了2000余年，这种情况止水还能应付，你不必为他担心。姐姐，你真那么有把握吗？水院宗主已经超脱无形，达到了不坠境界。看下去吧，待会儿你就会明白。止水，你先动手吧，否则你不会有任何机会。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才对。水运，我的道号是止水，看来正好克制你。让我看看你们五兆仙水宗究竟有何等绝学。哼，像你这么不自量力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难道你感觉不出我的修为吗？我已经进入了不坠境界，超脱于五行之外，属于道尊级别。不自量力的恐怕是你。不坠境界吗？那好像是我在几百年前达到的。道尊这个称号我也用了很久，怪不得海龙说你们五兆仙坐井观天，我看一点都没错。没想到千年不见，止水真人已经达到了道尊级别，真是厉害呀！这怎么可能？连云宗这样的小派竟然也会有超过了不坠境界的人。连云宗这样的小派竟然也会有超过了不坠境界的人，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没什么不可思议的。1000年之前，我和师弟子鹤联手，在止水真人手下也只不过走出几个照面而已。他道法精深，深得我们钦佩。如果连云宗能派出真正实力来参与我们荡魔行动的话，这一战也算是值得了。姐姐，你是不是也同样隐藏了实力呢？想当然尔，我们连云山脉灵气十足，如果妹妹愿意前往做客，我们一定会非常欢迎的。等这次荡魔行动结束后，小妹一定登门拜访。小心，要动手了。佛言虚空无有边际，不可度量。言虚空无有边际，不可度量。金刚咒同修真界的神霄天雷法皆属大神通，金刚咒可刚可柔，看雾云师兄能够如此轻松地用出此咒，恐怕他的修为已经接近莫测后期了。等一会儿他们真正动起手之后，你立刻离开这里，自己先回连云宗去吧。进入山中，你自己找回魔云峰，然后立刻闭关修炼。我再劝说劝说师妹，你或可免去惩罚。啊，师祖，我从来没来过中原，不知道回去的路啊。路很好找，你只需要一直向西行，出了中原后打听连云山，自然就能找到。哦，你不是想去看看你的朋友吗？可以顺路前往。好嘞，多谢祖师。姐姐，虽然这孩子刚才的话有些莽撞，但也不用怪罪了吧？师妹对待弟子向来严厉，而且海龙修为低微，也不方便参与盗魔行动，就让他先回去吧。路上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泄露自己修真者的身份。现在邪道横行，一旦遇到他们，一定要尽快遁走，不可纠缠，知道吗？师祖，您放心吧，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连云宗，有师祖给我的几件法宝，一定不会有事儿的。缥缈道尊心中忽然升起一丝不舍，和海龙相处的这段时间，他已经有些习惯身旁这个调皮的孩子了。好了，离开这里后，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等止水师妹一用上法宝，你就立刻离开。他们的比斗结束后，我不会让他去追你的。那，这个给你，对你会有些用处。祖师，这是什么？哦，这是乾坤戒，有储存物品之功效。只要你法力足够，可以装进天下法宝。使用之时，你只需将自己的法力探入其中即可。这东西真好啊！回去时，我定给师傅们多带些礼物了。收好它，这可是低级宝器，在人间啊，乃无价之宝。水院宗主，如果你不想出丑的话，还是住手好了。哼，好，连云宗隐藏的好深呐！哼，止水想胜我，恐怕还没那么容易。水月流转，
天虹贯日。知水道尊，如果你能击败我这水宗镇宗之宝水之源，我就认输。好，既然水运宗主已经拿出看家本领，止水也不好太小气了。现在神不要诸般皆由你，祈祷天地之灵气，随我心儿。这是仙境级别的教养，道友们还请小心呐！北京之水，水之根源。至岁降魔，燃黄荡漧，炼度幽魂，齐天轮转。水院宗主，我们同属正道，没必要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吧？这里是泛仙宗的圣地，如果我们真的爆发出仙气的威力，恐怕会对圣地有所影响。你看这样如何？我们以平手收场，之前的赌约就当做一句戏言吧。知水道尊，之前是水运得罪了，多谢你手下留情，我们一同撤离吧。两位道友能以和气收场，乃我正道之幸矣。水院宗主修为高深，不愧为五兆仙5位宗主之一，止水敬服。以后有机会，定多与宗主交流修真经验。坐井观天之评价并无不妥，水运先前狂妄，还请止水道尊原谅。希望我五兆仙今后能与贵宗永结盟友之和。所谓不打不相识，你们就不用互相客气了。既然以和局收场，再好不过。今后贵我两宗定要为降妖伏魔多做些贡献才好。道友说的是。海龙那小子跑哪儿去了？他不听我嘱咐，擅自开口，我定要惩罚他才是，也好给水月木松2位宗主一个交代。他早走了，他的修为太差，根本不足以为我们的荡魔行动做什么贡献。先前你们交手之时，我吩咐他先返回连云山去了。止水道尊不必再责罚贵门下，之前他所说的话并无不妥。宗主不知，海龙这小子实在太皮了，长此以往会对我连云宗之声誉大有影响。师姐啊，你就是太宠着他了，就算他现在走了，等回去后我也饶不了他。其实那孩子只不过性格直爽了些，并无什么大错。止水道尊，如果贵门不喜这样的弟子，不如让他改投我佛门，入我莲花宗为徒吧。师妹，原来你也看出那孩子身具佛性了，但是缥缈道尊可不会舍得呀。2位宗主的打算呢，恐怕实现不了。我师姐极宠这小弟子，掌门师兄对他也很重视，必然不会相让的。哎呀，各位道友啊，你们是真有意思，先是相互争斗，现在又改成了抢弟子。老衲失礼了，各位道友请。这段时间的历练能否对你的修为有好处，就看你自己的了。你一定要平安回到连云山啊。海龙的离开使他心中升起强烈的失落感，现在已经有些后悔先前的决定了。止水道尊，你个老妖婆，想收拾小爷没那么容易，你等着，等我以后修为超过了你，非让你跪在我脚下求饶不可，求饶不可。他姥姥的，这些家伙的修为都够变态的，随便一个人瞪我一眼我都受不了。哎呀，这里倒是个好地方啊，有树有水，空气新鲜。反正时间还早，多休息一会儿再走吧。修真这么好，不用睡觉也能恢复身体状态，怪不得师傅们天天闭门苦修了。哎呀，仙女姐姐看来是真心对我好的，这么珍贵的东西都肯送给我。如果我要和她拥有同样的境界，一定要讨她做老婆，反正她也不会老，有这么漂亮的老婆，非羡慕死豆芽那小子不可。我成，我成，你这，你，哈哈，这回可有口福了，都是活鱼，真新鲜啊！他娘的，让老子白忙活一场，
我可不想跟个野人似的吃什么生鱼片，这可怎么办？早知道出来之前和六师傅学一个生火的法术就好了。需要火吗？我可以帮你。烤鱼，看上去不错的选择，已经很久没在野外烧烤过了。小子，你们修真者不是忌讳杀生吗？说什么所有生物一切平等，可你今天却杀了10几条生命，虽然他们只不过是没有任何反抗力的鱼。小子，我有些问题想问你，如果你回答的干脆利索的话，说不定我能给你留个全尸。你要干什么？就凭这些烂法宝也想和我抗衡吗？如果想少吃些骨头，你就老实点儿。哼，这鱼好了，闻起来不错。小子，你现在可以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了。如果你的回答让我很满意，我最后就给你留一个全尸，怎么样？很不错的条件吧？你大爷的，什么不错的条件？无论回答不回答你问题，老子还不是要死吗？在您问我问题之时，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哈，你还要问我问题？好，你问吧。刚才您说如果我不配合就断我5只，可是我只有4只啊，那第5只从何而来啊？就是你那第3条腿，现在明白了吧？果然没看错啊，这个混蛋真是个老玻璃啊！你等着，一旦老子得了势，我就先断了你那第5只。好了，小子，现在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你真的是连云宗弟子吗？那个打伤我婆娘的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表面上看上去很弱，但却有着道尊的修为？我确实是连云宗的弟子，我叫海龙，道号叫谭宇，刚入门几年而已。打伤您的那个婆娘法名确实是止水，她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实力，是因为她之前潜藏了自己的修为。这样就对了，只要你好好合作，说不定本尊高兴还能放你一条生路啊！是魔尊大人，是魔尊大人，小的只不过是个连云宗刚入门的弟子，您杀了我不是有失身份吗？您尽管问，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连云宗也不怎么样了，竟然连你这种没骨气的弟子也收。我问你，那止水婆娘为什么这么强的法力修为？我以前听说你们连云宗可是弱得很啊。嗨，止水那婆娘平时嚣张得很，我最讨厌她了。连云宗一直在正道7宗中位列最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连云宗那些祖师们才挑出了止水和缥缈2位师祖，用全派之力支持他们修炼。我说哪儿出个高手呢？小子，你修为这么低，他们怎么会带你参加那些狗屁正道所谓的重要集会呢？现在为什么又独自跑出来啊？我偷跑出来，完全是止水那老妖婆给逼的。我不过损了5招仙那个什么木松道尊几句，止水就要惩罚我。哼，多亏我跑得快。魔尊大人，要不您收我当弟子吧，我一定好好孝敬您。哎呀，就你还想拜本魔尊为师，也不撒泡尿照照。像你这样的人，给妖宗那些老妖怪做点心还差不多。不会，我怎么会背叛您呢？连云宗根本不适合我，我觉得以我的性格，还是当魔的好。只要您收了我，我一定刻苦修炼，绝对不会背叛您的。那些狗屁正道聚集在一起都说什么了？啊，是不是在商讨怎么对付我们邪道啊？您真是英明神武，一猜就中啊！范心宗顾云的老和尚号召了所有正道宗派联合起来对付魔宗、邪宗和妖宗。对了，还说什么现在魔宗过于强大，非常难对付，所以必须要召集所有力量才行。算他们有点见识，
想和我们魔宗对抗，他们还差了些。其他各宗派有什么反应啊？我们连云宗倒没同意。来之前，宗主就叮嘱2位祖师不要掺和那些所谓的狗屁正道之中。莲花宗的宗主好像也不怎么同意，尤其是那五兆仙的什么狗屁木宗宗主。他说只要他们五兆仙一门，就能灭了邪道3宗，嚣张的不得了。五兆仙，那些王八蛋杀我同门无数，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知道厉害。是，您一定能成功的。五兆仙那些混蛋怎么比得上您呢？哎，小子，你不用给我灌什么迷魂汤。无论怎么说，我们邪道中人遇上正道，向来只有一个杀字。看在你还算配合的份上，我给你个痛快，拔出你那柄破剑自杀吧。另外一辈长辈告诉我，说我修为还不到腾云境界，不能擅自拔出它，否则控制不了会伤了自己，所以这只是个摆设而已。反正我都要死了，怎么死都无所谓了。您能不能成全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说吧。我想当个饱死鬼，您让我吃几条鱼吧，好吗？就这个要求吗？好，那你自己去烤吧。在我的魔焰下，鱼会熟得很快。不过你可不要用手去碰火焰，否则的话，恐怕你连全身都会烧化的。谢谢您，前辈。我已经吃饱了，做个饱死鬼总比饿死鬼强得多。您动手吧，千钧。老小子，你不是很牛吗？还是栽在小爷手中了。他娘的，幸亏小爷机警，否则今天真的会死在你这个老王八蛋手里。你好卑鄙，堂正道竟然会有你这样的弟子。正道怎么了？魔道又怎么了？我才不管是什么道呢，只要能让敌人屈服在自己脚下就是最好的呀。我是卑鄙了，可是如果我不卑鄙，就死在你这个老王八蛋手里了。小子，我们打个商量如何呀？今天你放我一马，以后我绝对不追究你今天的行为。除恶须勿近啊！我为什么要放过你呢？不错呀，我是说过不断你5只，我只要断你1只就行了。你个老玻璃，去死吧你！他妈的，你个老魔头，去死吧！你个老玻璃，去死吧你！小子，你等着，当我借尸重生之后，定要让你尝尽人间至苦！真是大意了呀，竟然让那个老王八蛋跑了。他老了的，杀个人一点都不好玩，简直恶心死了。不行，我要赶快跑，否则魔魁那家伙随便找一个同伴过来，我可没有小铁棍护身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从魔魁身上掉下来的，难道是魔气不成？不对吧？如果是魔气的话，怎么会有这么舒服的能量啊？难道就是他吗？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不管了，先拿上再说。等以后回到连云宗，再问怪前辈好了。魔形出现，万邪集于我手，定！魔魁，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打得你差点神形俱灭？如果不是我及时用定魂珠稳住你的元神，恐怕你早已经魂飞魄散。厉天大哥呀，您可要替小弟报仇啊！如果是被那些正派高手打成这样，我还不难受。说来真是窝囊死了。那天，你这个废物，居然被一个伏虎出气的小子给算计了，留你何用？宗主，手下留情。无暇，是你？他还值得你求情吗？宗主先息怒，
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虽然说魔魁大意之下被人算计，但那算计他的人手上必有一件稀世法宝，否则在境界相差那么大的情况下，也绝不可能重创魔魁。魔魁一身修行不弱，你又何必杀了他呢？让他戴罪立功吧。魔魁，这次我就放过你，以后怎么做你自己清楚。待会儿就让魔眼带你去找个资质好的活人重生。100年，我只给你100年的时间。如果100年内你不能恢复原有的修为，就不用再来见我了。谢宗主不杀之恩，属下以后定会竭尽全力辅佐宗主。现在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同正道硬汉。无暇，你吩咐五魔枭立刻去查找那个杀了魔魁的小子的下落，务必要把他抓回来见我。宗主，最近邪宗和妖宗动作频繁，我们是不是应该警告他们一下？他们如果愿意和正道硬碰，就由着他们去好了。恐怕到时候他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抓那小子回来的事你要抓紧进行，抓那小子回来的事你要抓紧进行。我有种预感，那小子似乎会对我们以后的大业有所影响。是，宗主。哦，对了，宗主，有件事儿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你是我的干女儿，以后连我这位子都是你的，有什么不能讲的？宗主，您现在已经接近魔转的境界了，如果突破此境界，恐怕500年后以您的修为，将有应魔劫的可能。我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就算要应魔劫，我也一定会先毁灭了那些可恶的正道，尤其是五兆仙那几个小人。如果不把他们打得形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我怎么能甘心呢？干爹，您有把握应过魔劫吗？恐怕当时无论是我邪道，还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正道，还没有谁能把握应劫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是，宗主。抓住那小子后，立刻带他来见我。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凭借伏虎境界的修为毁灭了魔魁的肉身。干爹，你是想将他收为己用吗？不见得，这要到时候再看了。这魔魁的肉身不会白白被毁。我这是在哪儿呢？看来这确实是件好东西啊，不知道它里面的气流能不能帮助我提升境界啊？顺风耳听令，查。顺风耳听令，查。海龙看到了自己的境界，他失望地发现自己依然停留在伏虎初期而已。靠，这么差呀！看来这境界提升还真不是一般的困难呀！算了，不管了，先赶紧跑吧。好姥姥的，现在连我自己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他们总找不出我了吧？从小老子到了高等境界，一定让你们这些混蛋都跪在地上求我。狗屁魔魁，以后要是再找我麻烦，我就还断你的第5只。姐姐，我们的柴差不多够了吧？时间不早了，回去吧。爸爸说中午给我们做大米饭吃。小妹，你早上吃了3大块红薯，现在哪里是饿了，分明就是馋了嘛。还是姐姐最了解我，咱们回去吧，好不好？我真的好想吃大米饭呢。好吧，柴火也差不多够了，咱们现在就回去。既然你那么爱吃，中午姐姐把自己的份也让给你，我吃红薯就好。不要，我哪吃得了那么多？爸爸老说姐姐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些才行嘛。豆芽啊，你现在怎么样了？这次回连云宗，我一定会去看看你的。你们别怕，我不是坏人，
刚才我在树上睡觉，看你们背这么重的柴火，我只是想帮帮你们而已。别过来，大叔，我们没钱，身上也没吃的，你就放过我们吧。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看上去你还很小啊。我真的不是坏人，更不会伤害你们。人家已经16岁了，不小了，妹妹都有13岁了呢。只是我们长得比较显小而已，你别骗我们了，哪有坏人承认自己是坏人的？哈哈哈，不信就不信吧。不过你们也不要叫我大叔啊，我才18岁而已，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我的名字叫海龙，你们呢？我叫玉华，这是我妹妹玉萍。你真的只有18岁吗？呵呵，是啊，我碰到了一伙好厉害的强盗，他们还追了我很长时间呢，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啊，那你真的好可怜呢。哎，跟我们回家吧，我们家今天有大米饭吃。平儿把自己的分你一些，好吗？平儿，别乱说，咱们不能随便带外人回家。我们家今天有大米饭吃，平儿把自己的分你一些，好吗？平儿，别乱说，咱们不能随便带外人回家。要是他是坏人怎么办？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哎呀，已经很晚了，你们也该回家了吧？快走吧，要不你们的父母会担心的。你们也不用怀疑我什么，我就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就是了呗。你真的不是坏人吗？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村子吧。我爸爸是村长，如果他说你不是坏人，村子就能收留你了。呵呵，那好吧，如果你爸爸要是认为我是坏人的话，我就立刻离开，肯定不会给你们找麻烦。女孩子背这么多东西可是很不好的哦，会影响身体发育的。才不会呢，你别看我瘦，我可有力气呢，就是一般的男孩子都比我强不了什么。啊，我们村子离这里很近，赶快走吧。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到我们玉村来？玉华，难道是你带他来的吗？是又怎么样？他是个落难之人，被强盗抢了，我看到可怜就把他带回来了。他很可怜吗？就算可怜，我们也不能收留啊。玉华，你别忘了，现在连我们村民都吃不饱，多他一个，大家都要少吃一口，哪儿还有力气干活啊？玉清，你这个自私小人，就知道自己。他虽然是个外人，但也不能让他饿死在林子里吧。村长，玉华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个野人，说什么被强盗给抢了，看他的样子可不像什么好人呐，您可不能收留他。村长你好，我叫海龙。我们玉村是绝对不会收留这来历不明之人的，你请离开吧。玉强，去拿一袋红薯给这位兄弟。村长，我们的粮食也很有限啊。村长，我们的粮食也很有限啊。下种刚刚播到地里，等到成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叫你去你就去，哪来那么多的废话？你是村长，我是村长。村长，红薯就不必了，我身上还带着些吃的，只是您能不能让我洗漱一下，再帮我提供一身干净点的衣服？当然啊，我不会白白要你们东西的，我可以用食物交换。那好吧，也用不着什么交换了。不过你梳洗后要立刻离开我们这里。玉华，去拿一套我的衣服过来，给到这位兄弟。哎呀，洗个澡真是好舒服啊！村长，谢谢您了。哎呀，小兄弟，原来你这么年轻呐，看来还是我看走眼了。这袋红薯你拿着在路上吃吧，这袋红薯你拿着在路上吃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玉村能够提供的也只有这些了。不，村长，我不能要，能洗个澡换身衣服，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帮你们抓些鱼吃吧，好不好？守着这条河，你们为什么不捕鱼呢？哎呀，小兄弟，不怕你笑话，我们这里实在是太穷了，这渔网的价格高得惊人，根本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这条河啊，看上去不宽，但是这水流却是很湍急，如果没有渔网，很难能够打到鱼啊。哇，哥哥，
你真的这么年轻啊？嘿嘿，我没骗你们吧？我说了，我不是坏人啊。村长，贵村看上去有100户人家，我就打100条鱼送给你们吧。有法力真好啊，六师傅他们不下山真是个错误，少了许多生活的乐趣嘛。哎，你们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把鱼抓起来，要不死了就不新鲜了。哎呀，我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显示了法力的威势，恐怕这些村民会把我当成神仙了。是什么人胆敢抓走我的鱼子鱼孙？活够了吗？呵呵，不会这么倒霉吧？只是抓几条鱼都能碰到妖怪。你们赶快拿着这些鱼回村子，这里有妖怪。小子，你为什么抓走我的鱼子鱼孙？乌纳鱼怪，这里乃人类聚居之地，你长期潜藏在这里，吸取人类之精气，今天便是你寿终正寝之时。上仙饶命！上仙饶命！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乃连云宗弟子，今日路经此处，正好替这里的百姓除害。上仙明鉴，小的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鱼类，在此修行100年，不久前才刚刚成精，能够口吐人言。我完全是靠自身修炼，吸取水中灵气，才有今天的修为。如果让我知道你敢危害人间，小心你的鱼头！这里的村子生活很艰苦，从今天开始，你每隔1天送上100条鲜鱼上岸，就算是你照顾这村子吧。上仙，你们修真之人不是罪忌杀生吗？我的鱼子鱼孙虽然不少，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虽然我忌讳杀生，但我也不能看着这里的村民饿死吧。照我说的去做，所有罪孽由我一人承担。谨遵上仙指示。好了，你去吧。今后好好修炼，只要你不去影响人类，不参加到邪恶的妖宗之中，总有一天你能够得正大道的。上仙，请您收我们为徒吧。师父，您肯收我们吗？之前我们不知道你是仙人，说了很多不敬的话，您可别生气啊。师父，求求您收下我们吧，我和妹妹都能吃苦，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哎，如果我收了这对姐妹为徒弟，那我就不再是连云宗最低等的弟子了，今后还能有徒弟服侍。徒儿参见师父。哎呀，我现在还在躲避魔宗的追杀呀。玉华姐妹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小女孩，如果带上她们，必然会大大影响我前进的速度。这样一来，不但暴露的可能性大，带上她们也会对我前往速度有很大的影响。哎呦，你们先别叫我师父，我点头不是要收你们为徒。快先起来再说。师父，您是看不起我们吗？我们确实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穷人，可是我真的好想拜你为师。大仙哪，多谢您为我们驱除了妖怪，我们代表村人谢谢您了，请您一定要原谅我们之前的不敬啊。玉华，实在对不起，我现在确实不能收你为徒弟，我也并不是什么上仙，只是最普通的一名修真者而已。首先，修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恐怕这辈子你都不能再和亲人见面了。其次呢，修真需要坚毅的心性，绝不可半途而废。如果你能做到这2点，那么今年11月的时候，你可以到位于西域的连云山外等候，我所属的宗派连云宗就在那里，机缘如何，就看你自己把握了。对不起，在下先行告退了。站住！你是哪里人？到我们通苑城来做什么？我是西域人，本来到中原办事，事情办完了，自然要返回西域了，只是路经此处而已。原来是化外之民，怪不得看上去土里土气的。这里距离你们西城还远得很，
一直往西也要数千里之遥吧？记住，在城里不许随便生事，否则可别怪我们不讲情面。快来看了啊！各种名贵药材，本店应有尽有，滋补养生，来选一些来。大哥，我想问您个事。你是聋子是不是？我叫你呢，你听不见吗？喊什么喊？别影响老子招呼客人。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就你那寒酸样，还不配来问我事儿，滚一边去！真是狗眼看人低。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在你们店里买东西啊？看不起人吗？我今天还偏要进去买点儿。站住！你小子给我出去！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我去，你小子是来找茬的是不是？小三儿，怎么回事？在这里你敢动手？还想不想干了？李掌柜，我只是想将这小子拉出去。这是什么话呢你？只要有客人上门，怎么能随便的往外撵呢？哼！难道这上门是客的道理你不懂啊？难道这上门是客的道理你不懂啊？小兄弟，你想买些什么呢？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我们这里的药品呢，那绝对都是货真价实啊！当然，这相应的价格也会贵上一些。其实我不是来买东西的。不买也没关系，那就随便看看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李掌柜，谢谢您刚才替我解围。您这里收不收药材呢？我正好有点药材想出售。哎呀，我们开药铺的哪有什么不收药材的道理啊？小兄弟，你有什么药材，不妨拿来给老朽看看。这不是普通的黄金呐。那当然不是普通黄金了，李掌柜，您可要看仔细了啊！这是黄金，这是黄金，这是黄金啊！这一块黄金的效果几乎和这千年人参差不多了，而且呢，它的药性平和，更容易吸收。哎呦，小兄弟，我看这块黄金你就卖给我吧，多少钱？你开。哎呀，各位大爷啊，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药铺的支持啊！但是呢，这块黄金呢，毕竟是我先答应这位小兄弟收购的。这停！众位听我一句啊，之前呢，在那伙计为难我之时，是李掌柜为我解围了困境，而后来又是他说愿意收购我所带之药品的，于情于理，我都一定要将这块黄金卖给他。哎呀，小兄弟，你可真是信人也。你放心，老朽给你开出的价格。哎呀，小兄弟，你可真是信人也。你放心，老朽给你开出的价格，那绝对是公道的。这样吧，10万两白银。这可已经是2株千年人参的价格了。好，一言为定，这块黄金是您的了。虽然这块黄金我准备留着自己来用，但我以前得到一个方子，是以这黄金为主，配合着各种名贵药材，能够炼制出一种回春丸。这回春丸呢，有着驻颜养生之效。这块黄金也足以炼制数10颗之多，所谓是见者有份呐。到时老朽一定以成本价格卖给各位一丸，各位看如何呀？这李掌柜可真会做生意啊！所谓的成本价还不是他说了算，这样不但同样能赚钱，还能不得罪人，真是一举两得呀！来，小兄弟，这是我们通远城通兑钱庄的本票，在这神州大地的各国皆可直接兑现。小兄弟，你且收好了。李掌柜，我本是山里人，初来中原之地，有许多不懂的事儿，还要您多加指点。刚才呀，多谢小兄弟了，以后你就是我们汇仁药铺的贵宾，有什么事儿的话呢，尽管说。您是我的财神爷，这是当然的啦。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通远城属于哪个国家呢，
还请您为我解惑。神州大地上，我们李唐国是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土地，拥有雄师100万。神州大地上，我们李唐国是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土地，拥有雄师100万，也可以说世上最大的一国了。哦，李掌柜，那通苑城在李唐国中什么方位呢？我想去西域。西域那边呢，荒凉的很。小兄弟，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的好。听说呀，那边马贼横行，这损失财物倒没了什么，要是丢了性命啊，可就划不来了。哦，对了，小兄弟呀，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能否请教？李掌柜您别客气，我叫海龙，谢谢您告诉我这些。西域虽然危险，但我还是必须要去的，不打扰您做生意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呢，我一定会再来找您合作。哈哈哈哈！我叫李斯，以后小友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啊。我有话好说啊，姑娘，你这是干什么？说，你那同伴跑哪儿去了？快把他交出来，否则我立刻要你的命！什么同伴呀？我孤身一人，哪来的同伴啊？姑娘，你是不是误会了？哼，误会你个头！你和那淫贼明显是一伙的，要不为什么帮他挡住我的去路？快说出他的行踪，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这个姑娘，你真的认错人了。刚才那个灰衣服拉了我一下，我才会挡住你的呀。你可要抓住我了，这里这么高，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哼，你少跟我打马虎眼。今天要是不交出那淫贼来，休想让我放过你。姑娘，你是不是被那淫贼占了便宜啊？你也不算吃亏啊。何况这和我确实没关系，你又何必为难我呢？吓死我了，姑娘，你，小子，知道厉害了吧？如果不说实话，我就任由你掉下去。可是，我真的不认识那个人啊！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认识啊！你让我怎么说实话？小姐，你能放过我吧？我上有80老母，下有没满月的孩子啊！我们一家可都是靠我养活的呀！你想骗谁啊？明明是修真之人，哪来的家世之累？我是千惠谷弟子，想骗我，门儿都没有。千惠谷我知道啊，我的师祖还和你们有交情呢。姑娘，你认识同鹤真人吗？姑娘，你认识同鹤真人吗？还有紫鹤真人？你认识同鹤师叔？是啊，前天我还看到他们呢。我是连云宗的弟子，受师祖吩咐，准备先返回连云宗呢。我们怎么说也是同道中人。师姐，你可不能杀我啊！谁是你师姐？少来套近乎！就凭你这法宝也想和我抗衡？说，你是在哪里看到同鹤师叔的？前辈，我是在范心宗见到令师叔的。我随2位师祖到范心宗参与7宗聚首之会，后来师祖嫌我修为太浅，就遣我先回连云宗了。范心宗？那这么说，你确实是连云宗弟子了。可是连云宗在西域，你怎么会跑到这里？哼，是不是在骗我？不，前辈，我确实是连云宗的。不信你给查查看，我修为的天心诀。我本来是应该直接回西域的，可是在路上却遇到了魔宗之人，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杀，我不得不想北绕路啊。那这么说，你真的不是那淫贼的同党了？我确实不是啊，到底要我怎么解释您才能相信呢？您看我身上这个星蓝铠，还有这个幻龙，都是我们连云宗的法宝，最正宗不过了。如果我是淫贼一伙的，怎么能用这么正宗的法宝呢？那这么说，我是错怪你了。你也不用叫我前辈，我们千惠谷和你们连云宗的辈分是不同的，就叫我声师姐吧。师姐，既然你已经确认了我的身份呢，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不行，你要跟我一起抓到那个淫贼，
才能证明你的清白，否则我怎么能倾泻于你？好吧，那就陪师姐一起去收拾那个淫魔再赶路。好吧，那就陪师姐一起去收拾那个淫魔再赶路。别让我抓到他，害我被冤枉。一旦让我抓住，我就断了他的5肢。5肢？人只有4肢，哪里来的那第5肢呢？这我也是听一个魔宗之人说的。他当时说要断我5肢的，我也不明白。后来呢，听他的解释我才明白，那第5肢只有我们男人才有的。师姐，你明白吧？这话你也说得出来？一点都不像正道中人。这断5肢的做法对付那淫贼不是正合适吗？师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先说给我听听，我好帮你抓人啊。当下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我们修真之人不是最注重心性吗？怎么会有淫贼这样的人出现啊？哼，他在和我动手的时候曾经露出了本相，他擅长的乃是一杆长枪，从这方面判断应该是问天流中人。哼，问天流堂堂正道，竟然出了这样的弟子，真是令人不齿。如果我们修真之人危害人间的话，更将被天理所不容，我必除之而后快。师姐，看你年纪也不大，竟然知道这么多事，而且修为高深，比我强得多了。少拍马屁，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厉害。那些事都是我师父告诉我的。说起来，在我们7大宗派中，问天流和圆月流是我最不齿的。那些人表面上一身正气，其实肚子里皆是男盗女娼。师姐，那个淫贼现在会不会跑了呀？如果趁着刚才你抓我出来的机会离开了通苑城，恐怕我们就不好找了吧。呵呵，如果这所谓的师姐抓不到那个淫贼的话，我就无法脱身了呀。现在简直恨死那混蛋淫贼了，如果不是他，我又怎么会被卷进来呢？想跑恐怕没那么容易，你给我老实的待在一旁，让你见识见识我千惠谷的秘技。高山仰止，行云流水，千惠之法，秦天合一。我的琴声好听吗？虽然我没听过别的曲子，但恐怕这世间没有能比得上你所弹奏的乐曲了。谢谢你的评价，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淫贼的下落了。不过我要先休息一下，你帮我护法吧。你信得过我吗？难道你不是怕我在你修炼之时偷袭你或者逃跑吗？当然不怕，你在我九仙琴的检测下已经过关了。如果不是心地纯和或者知情知性之人，又如何经得起霓裳金戈2曲？好了，为了防止那家伙逃跑，我要开始了，一切等我功力恢复再说。我们该走了。你刚才一直在看着我吗？师姐，你怎么会知道那淫贼的下落呢？难道就是弹的那2首曲子的缘故吗？是的，九仙琴乃我千惠谷镇山3宝之一，威力极大。刚才我所弹奏的2首曲子，可以根据我之前所感觉到的契机，找到千里之内的人；而第2首金歌，则可以在千里之内将找到之人暂时禁制住，所以我才能踏实的修炼。哇，还有这么神奇的法器吗？那有了它，你岂不是无敌了吗？哪有那么容易？九仙琴虽然威力强大，但以我的修为，还发挥不出它的威力。如果对手的修为比我高得多，我探查到他的方位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修为高深的修真者都有潜匿的本领，霓裳曲也未必就能探查到。哦，原来仙气是这么难以控制的呀。那你们千惠谷其他2间仙气是什么呀？对不起，我不应该打听你们宗派秘密的。这没什么，我们正派7宗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3件仙气，另外2件分别是伏魔锥和逆天镜。伏魔锥是3件仙气中威力最弱的，
但是也相对最好控制的。千年前，在与魔、妖、邪三宗的对抗中，他消灭了无数邪恶。至于逆天镜本来归我师祖所有，但是在千年前那场战斗中，师祖惨死在魔宗宗主厉天的手中，以至于逆天镜下落不明。不过即使逆天镜落入魔宗手中也没什么，他们修魔之人是根本无法发挥出那件仙气作用的。哇，不会这么幸运吧？如果那真的是逆天镜，那我岂不是赚翻了？哎，这逆天镜既然威力这么大，那为什么你师祖会死在厉天手中呢？难道当时逆天镜没有发挥出威力吗？不是逆天镜没有发挥出威力，而是师祖中了厉天的诡计，在战斗中过早地暴露了逆天镜的威力，被厉天以500年修为的代价用血煞之法污染了逆天镜，使他在瞬息之间无法发挥出威力。得到这么好的仙气，鬼才会还给你们呢。那这逆天镜是什么样子呢？师姐，你要告诉我它的样子，我才能帮你们啊。逆天镜在厉天那里，想得回来谈何容易。那是一面银色的护心镜，上面有银色的光芒不断闪烁，只要触摸到它，就会有一种心平气和的感觉。嘿，如果天前知道你所说的逆天镜现在就在我怀里，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呀。逆天镜，我的好宝贝啊，以后你就是我的了。仙气应该有得者居之，既然被我碰到了，那就是我的了。谁是你师姐？你身为修真者，却在人间欺辱妇女。哼，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师姐，您就饶小弟一回吧，我只是一时糊涂啊。哦，我是问天流的弟子，想必师姐也是正道之人。如果师姐愿意的话，小弟可以推荐您到这圆月流来修炼。哼，谁稀罕去圆月流？就凭你也配自称正道之人吗？今天的事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干了。如果我不杀你，如何对得起那些被你淫辱过的无辜女子？没错，师姐，杀了他！这家伙不但奸淫妇女，还让我背了黑锅。要不我动手好了。哼，你们还敢杀我？我也不妨告诉你们，我父亲是问天流的二宗主刑天真人，我母亲乃是圆月流的二宗主玄宇真人。如果你们今天杀了我，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的。那好，你记住了，我是千惠谷弟子，名叫天琴，这位是连云宗弟子海龙。如果要报仇，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好，你们等着，我父母会为我报仇的。你干什么？谁让你毁他元婴的？他不是淫魔吗？毁他元婴就是要除恶避恶啊。问天流和圆月流毕竟是正道两大宗派，要是这个小子回去以后倒打一耙，恶人告状的话，以后我们不就有危险了吗？像他这样的人渣呀，就应该永世不得超生才好。胡说！我们是正道修真之人，岂能轻易将人打得魂飞魄散？你的心太狠了。虽然他有错，但杀了他惩罚也已经够了。那毕竟是一条苦修多年的性命，你毁灭掉他的道胎元婴，会让他连转世的可能都消失的。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你错了。不论我们正道哪个门派，你错了。不论我们正道哪个门派，弟子在遇到危险时，师长都会有所感应的。留他元婴不杀，就是为了今后好和问天流、圆月流据理力争。而你把他打得形神俱灭，我们即使有理也变成了没理，而且同问天流、圆月流将结下不可化解的仇恨。你这个样子哪里像是修真之人？你给我滚！你放屁！我杀了又怎么样？像他这样的污浊之人，只要元婴还在，将来还要成为新的祸患。在我眼中，他和妖魔无异。我的祖师曾教导过我，面对敌人一定不能留情，除恶就是行善。你不就是怕问天流和圆月流报复吗？如果他们找到你，你大可以推到我头上来。反正我也刚刚修真不久，大不了
也被他们打得神情俱灭就是了。有本事你也杀了我！你不是有9仙旗吗？你不是有很多法宝吗？来啊！你不是有很多法宝吗？来啊！来，你来啊！你动手啊！你动手啊！我修为低得很，我师父的功力也不高，像我这样的人在连云宗中根本没有人愿意理会。你想为那淫魔报仇，来，尽管动手，连云宗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是我自己找死。来，来，杀我呀！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是仙气，在你只有伏虎境界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发挥出威力的。这到底是什么？凭什么你能有好的法宝，我就不能？如果你想杀我，现在还有机会，否则我要赶路了。将来无论是问天流还是圆月流，他们问起今天的事儿，你尽管推到我身上。你听好了，我是连云宗5代弟子海龙，道号谭宇。啊，干什么？要杀我了啊！干什么？要杀我了啊！来吧，不过我不会束手就擒的。对不起，刚才是我的言辞太激烈了，我向你道歉，请原谅。难道你不肯原谅我吗？你可是男人啊，何况你还将人家打伤了。不用道什么歉，你说的并没有错，是因为我的错误而得罪了正道2大宗派，我生气。是因为你说让我滚，你们这些修为比我高的人，哪个都是在我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不错，你们的实力确实强，但那是因为你们修炼的时间长。如果同样的时间，我未必会比你们差什么。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以前在我刚入千惠谷的时候，看着师兄们都有那么高深的修为，也有自卑感。对不起了，先前都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误会你。对不起了，先前都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误会你。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嗨，我说了，没有什么可原谅的。你有你做事的原则，既然你已经说了对不起，我又怎么还会多在意呢？好了，不影响你历练了，我要走了。现在我只希望尽快得到更强大的力量，以应付未来之事。既然你已经原谅我，那我们应该算算你活我法器这件事了吧？那柄飞剑可是我师父亲手为我打造的，虽然只是件灵器，但没有它的话，我也不能飞行了。当时是我不对，所以我也不怪你。只要你还我一把质地差不多的飞剑，就可以走了。是啊，飞剑在修真之人的眼中是非常珍贵的，没有了飞剑，除非修为高到道龙的境界，否则根本不可能长时间飞行。那我这柄剑是一位师长送的，否则根本不可能长时间飞行。那我这柄剑是一位师长送的，品质应该不在你那飞剑之下，你拿去吧，就算补偿你的损失了。你真的舍得把这柄剑给我吗？它不但威力不弱，而且剑柄是这块宝石灵气十足，对修炼是很有好处的。我想修炼到腾云境界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呢，到时候随便找一柄飞剑就是了。不过啊，这一柄飞剑是一位非常好的长辈所赠，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算了，君子不夺人所好，还给你吧。不过你要记得，你欠我一件法宝。其实我是骗你的，我的9仙琴也可以当做飞剑来用。好了，你走吧。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修为境界能给我一个惊喜。师姐，都这么多天了，一点邪道的踪迹都没有。看来，在正道的威压下，他们都潜伏了。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正道雷霆般的行动中，不少妖邪2宗之人殒命。这是好事啊！道长魔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没有了邪道的威胁，我们也可以在神州大陆上多游历一番。师姐，最近我怎么老发现你有失神的情况？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只是在琢磨道法而已。你骗谁啊？到了你现在的境界，道法提升已经不是纯凭修炼就可以的了，那是需要机缘的。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海龙那小子，对不对？看来你还真是很看重他呀。别乱说，我们修真之人
是不能动凡心的，我们修真之人是不能动凡心的。现在估计海龙应该已经回到连云山脉附近了吧？那个小子谁说的准？他比咱们可贪玩多了。师姐，虽然他可能会对你今后的修为有影响，但我觉得你还是太重视他了，居然连自己心爱的乾坤戒都送了。回去以后看我怎么治他。我看还是算了吧，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以后随着修为的提升会有所收敛的。说起来，有海龙在身边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开心。他就像我的开心果似的，只要他在的时候啊，气氛永远都不会沉默。师姐，你可真是病得不轻啊！你不会真的喜欢上那小子了吧？那是不可能的呀！别闹了。其实，我觉得你有些过于针对他了。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虽然海龙说的话刻薄一些，但几乎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因为他的言辞比较激烈，所以不容易被人接受。止水发现，他那不算英俊的容貌在自己心中竟然是那么的清晰。师姐，既然你这么惦记他，那我们就赶快回山好了，这样你不就能确认他的安全吗？不，我才不要着急回去呢。好不容易出来了，不玩个3-5年，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回去苦修了。海龙非池中之物，或许他的际遇早已经是上天安排好的。从他的面相来看，绝不是夭折之人。这才是我的好师姐嘛，没白让我跟你出来一回。大叔，你这是怎么了？大叔，你这是怎么了？滚！快滚开！离我远点儿！大叔，你这是怎么了？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这里有水，也有食物。不，快滚开！别碰我，离我远点儿！难道你想死吗？大叔，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帮助你而已啊！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如果你再继续走下去，会死的。你快离我远点吧，我中了尸毒，有很强的传染力，我不能害了你。如果被感染了，你也会变成像我这样的。别管我，赶快离开这里。尸毒？尸体上的毒吗？大叔，您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说不定我能救得了你，说不定我能救得了你。年轻人，谢谢你，你是好人。我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可不是普通人哦，说不定我真的能帮上你。反正我也快死了，就说出来给你听好了。你先把你的事儿说出来，然后我自然会帮你。我叫沙斯，本是距离这里几十里外中一个小部落的人。我们在这西域高原上以放牧为生，虽然生活贫苦，但我们却过得很快乐。我们一家幸福的生活却在几天前毁了。我的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放牧到很晚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脸上都是灰青色。当时我以为他是累了，也没有太在意。可怕的事在半夜发生了，一声惨叫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惨叫是从我2个儿子的帐篷中传出来的。我和妻子慌忙赶了过去，我看到了恐怖的一幕。我大儿子用力抓住小儿子的身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长出了獠牙，用力咬在弟弟的喉咙上。被他咬了的小儿子，在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我的心碎了。我抄起一根木棍，用力地向儿子打去，希望他能放开我妻子。
在争斗的过程中，大儿子在我手上咬了一口，而妻子则已经断气了。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我用力咬着牙，将2个儿子和妻子混在一起，并亲手点燃了他们的尸体。要知道，对付僵尸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身体彻底毁灭。我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跑了出来。我只想跑得远远的，我不想连累任何人。在你们村落周围有僵尸吗？会不会是尸鬼？如果是普通的僵尸，你的大儿子被咬死后，根本不可能回到部落中啊。我不能回去。我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要是回去，会把尸毒传染给大家的。你从这里一直往西走，就能看到我们的部落。你说的尸鬼，有可能就在附近吧？来了，你们都退回自己的帐篷去，这里有我就足够了。是，有你就够了。这只尸鬼已经达到了相当于道固的境界，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高深的修为呀。我修炼的是尸鬼，目标是这部落中的普通人，想和你们修真之人为敌。识相的，离开！尸鬼，你竟敢在这里为祸人间，难道不怕受到天谴吗？天不说替天行道，我消灭你！恐怕连元婴还没有，怎么和我斗？哎呀，你是一个修真人的生气，你的上百个人类了。既然你送上门，那老子就不客气了。小子，就凭你这块法宝，也想伤我的体身吗？万我一定，是我不把你撕碎了喂僵尸，我就不是尸鬼。这逆天剑果然是宝贝啊！如果没有它，老子就归位了。既然逆天剑能够附住身体，那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孽障，休跑！看法宝，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你是什么人啊？那尸鬼的魂魄被你灭了吗？是啊，被我灭了。像这样邪恶的尸鬼，怎么能留他危害人间呢？他的魂魄已经被我的佛钵炼化，需经过重重劫难，才有可能转世投生。如果不是你，恐怕这里那些普通人就惨了。哼，你既然在旁边，为什么不早点出手？难道想看我出手吗？看你和尚打扮，难道是范心宗的不成？什么范心宗？没听说过呀。我刚才不是不想早出手，而是刚刚赶到。本来我在数百里之外，正在修炼天眼通，突然看到这边邪气弥漫，就赶了过来。这家伙连范心宗都没听过，明显是个比我还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呀。可他的修为这么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行，一定要问清楚才好。降妖除魔乃是我辈分内之事，兄弟不用客气。范心宗你都不知道吗？是当今天下第一佛门正宗。我看兄弟是和尚，所以以为你是范心宗中人呢。小僧法名弘志，属禅宗，可能施主没有听说过吧？我们禅宗已经有很多年不在外走动了，而且禅宗现在也仅剩我一个人而已。施主，你应该是修真者吧？不懂才好。禅宗确实没听过啊，不过看他修为这么高，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我叫海龙，是连云宗5代弟子。连云宗你知道吗？乃是当今正道7大修真宗派之首。刚才我一时大意，竟然险些让那尸鬼逃脱。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施主不必过于注重得失。敢问施主修行多久了？有4年多，快5年了吧。我本来是准备回山闭关修炼的，但在此遇到了尸鬼，才耽搁了。你呢？4、5年？仅仅4、5年就这么强了吗？我刚才在炼化那尸鬼魂魄之时，曾经清晰地感觉到，在他魂魄里已经渗入了一股仙灵之气，能用仙灵之气攻敌。那施主的修为岂不是已经达到相当于我佛家大圆满之境界吗？小僧实在是太惊讶了，我修行1000余年，也只不过刚刚小圆满而已。大圆满是什么？我不明白，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厉害。不过嘛，以后你有什么想知道的，我到时候可以帮你解惑。你说你已经修炼1000年了，看你的样子可不像啊。哎，你不要叫我施主啊，叫我海龙，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不，海龙兄，我7岁就跟随师父入山修炼，至今已经有1200余年了。自从18岁以后，我的外貌就没有发生过改变，一直都这样。哎呀，不过才1000多年而已，我认识许多修炼好几千年的高人呢。修炼是不能着急的，一旦焦躁就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哎，这样吧，我认识现在第一佛宗梵心宗的宗主，他可以说是当今修佛最厉害的人了，有机会啊，让他指点你一番也就是了。谢谢你海龙兄，今后小僧如有所成，都拜兄之所赐。我刚刚出关不久，师父在圆寂时曾经吩咐我，达到小圆满境界之后就需到外面历练，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这样吧，我以后就跟着你好不好？有这么一位修佛高手跟着自己，就算魔宗派人追了，我也不用怕了。哎呀，这不大好吧？我要返回莲宗修炼，而且我们之间又没有任何关系，带着你回去，恐怕我师门长辈会不高兴的。那怎么办啊？小僧真的很想跟随海龙兄一起游历，请你成全我。这样吧，你认我做大哥，只要你成了我的兄弟，到莲云宗长辈也不会说什么，怎么样？认你做大哥？可是我都1000多岁了，比你大许多呀，这不妥吧？所谓达者为尊，你修佛多年，竟然连一点红尘的念头都看不破，怪不得无法达到大圆满境界，这也是我对你修行的考验之一。你不但要认我做大哥，还必须一切听从我的安排。是啊，我怎么还看不透红尘俗物呢？海龙兄，不，海龙大哥，多谢你的指点，从现在开始，弘志就是你的小弟了。那我以后就叫你小智吧。小智，感觉上怎么有点像说痔疮似的。不管了，反正自己的道号是谭元，有个痔疮小弟也正常的很。海龙大哥，他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消灭了尸鬼和僵尸，他们自然是来感谢的嘛。等他们过来，你不要出声，一切由我就是。大哥，跟着你真好，如果以后小僧能帮你分担什么，尽管开口。多谢恩公拯救了我们部落。大家赶快起来，除魔卫道乃我辈应尽之责，没什么可谢的。请问你们哪位是酋长？小的就是酋长，恩公，请您吩咐。酋长，你快让大家都起来，否则我可马上就要走了。酋长，你认识一个叫沙斯的人吗？认识，当然认识，那是我的好兄弟啊。他实在太惨了，一家都被僵尸所害。海龙不由得心中一酸，将自己如何遇到沙斯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完他的叙述，我真的好恨呐！居然有人如此凶残的修炼尸鬼，于是就赶紧赶了过来。那尸鬼确实厉害，在我和弘志兄弟同心协力下，终于将他们全部铲除掉了。刚认的大哥真是个好人啊！多谢恩公帮沙斯兄弟安葬，恩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卡尔闷部落永不敢忘。请恩公到我们部落中休息休息吧。喂，我说小智啊，
你们修佛之人不是都吃素吗？我们禅宗是不忌讳这些的。这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修佛并不一定要太拘于形式，只要虔诚的信奉佛祖，吃些酒肉并无不可。啊，哈哈，原来你还是个酒肉和尚。哎，不过我喜欢，我最讨厌拘束的生活了。来，吃，多吃点来。您知道在咱们西域有座连云山吗？好像有吧。恩公，您要去那里啊？不如多在我们这里逗留些天。哎呀，我还要赶快回去的，那里才是我的家呀。酋长，您好好想想，只要能告诉我连云山大概的方向就好。哎呀，恩公，不瞒您说，我们族里有样宝贝，有了它，您一定能够找到连云山的，一定能够找到连云山的。恩公，这是我族祖传的宝物，就送给您吧。难道是藏宝图不成？如果真的是，我就发达了。这是张全西域的地图，是祖先无意中得到的，只不过上面原本没有名称标注。我们卡尔闷部落历代祖先随着不断的探索，标明了一些已知的地名。我能帮您的也就这么多了。这真是件宝物，绘制它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啊！我看有可能是仙人所为。哪有那么多仙人啊？就算是我们修真之人，只要下定决心，用一段很长的时间，同样能绘制出来。酋长，真是谢谢您了。不过这地图太珍贵了，您只要给我们按照上面模仿一份也就可以了。这份原本珍品您一定要收下呀，不然我们的族人也会怪罪我的。对待朋友，我们卡尔闷部落向来不是小气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您，酋长。哎呀，海龙大哥，睡什么睡啊？赶紧走了！这部落的人太热情了，如果我们白天走，恐怕会有很多麻烦。哎，你能不能飞啊？当然能了。可是大哥，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步行对修行会很有利吗？我曾经在师父留下的一本书上看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既然是行路，自然要用走的。哎，对了，大哥，你留在部落里的是什么东西啊？好像是几张纸似的。哎，这你都不懂了吧？我们留下的是银票，那是1万两银票，用它可以换许多东西的。大哥，你考虑的真周到。我都没想到啊，跟着你真是我的幸运。那是当然了，我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早上叫你起床之前，我已经找到了连云山大概的方位。我这也是第一次出山，找回去还真是不容易啊。那好呀，我们就赶快回你们连云宗吧。连大哥你都这么厉害，那你的师长岂不是神仙中人吗？那是，我们那里可是人间仙境，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哎，对了，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圆寂呢？师父对我很好，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那时的我好像没有父母，在街头流浪的时候被师父带走的。后来呀，我就一直跟随师父在山中修炼。大约100年前，师父突然告诉我，他大限已至，就在山里作化了。只有选择作化成石，以保存佛念。或许啊，千万年后，等他的佛念凝固，就能重新活过来。我真的好难过呀，师父是我唯一的亲人。快走吧。大哥，跟着你，或许就是我最重要的历练之行吧。哎呀，大哥，这穷乡僻壤的，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晚上我们吃什么呀？我已经饿了。你这样哪里像修炼佛法之人？俗家的6欲我看你都没有断，吃喝睡更是一样不忘。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6根清净吗？嘿嘿嘿嘿，我在修炼的时候就6根清净了，平日里自由一些也没什么，这样才能让我的心智更专注啊。行了，别陶醉了，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跑了一天，我也已经有点累了。大哥，不是吧？就在这里啊？怎么也要找片小树林或者山坡后之类的地方吧？
高原的晚上可是很冷的。你看我这白皙的皮肤，你能忍心让我冻坏了吗？哼，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已达到了寒暑不侵的程度了吗？就算一直没地方住，一直不吃不喝的，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算我的佛力能达到你所说的程度，那我也愿意吃好睡好呀。怎么说，你也是我大哥，总该照顾我吧？有，自然是有了。不过你好像生气了，还需要吃鸡腿吗？喝西北风不就饱了？这家伙绝对是贪吃贪喝的典型，只要我能抓紧他的胃，就不怕他不听我的。老大，你是什么人物？小弟怎么敢生你的气呢？哎呀，就给我一点吧。哎，你明白就好。如果以后再发脾气的话，我就帮你绝食。快吃吧，吃完了早点休息。大哥，这什么宝贝？其中似乎蕴含着庞大的佛力似的。哎，想知道吗？那你先告诉我你昨天用的那个大金钵是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你它是什么。那佛钵是师父传给我的几件法宝之一，是我佛门至宝，乃是降妖伏魔的圣物，名曰菩提钵。用佛力催注其内产生的金光有很强的荡魔功效。哎，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佛法我可听不懂。看来你这菩提钵比我上次在梵心宗见那悟玄本尊所用佛钵要强了不少啊！我这小铁棍名叫万魔必伏棍，也就是说啊，即使来了10000个恶魔，它也能将其荡平。好重啊！不愧为万邪必伏棍。大哥，你这法宝可比我的菩提钵还要强大的多呀！我看你拿着很轻松似的，怎么一到我手里就变得那么重？那是当然了，我修为比你高深嘛，自然能够轻易的拿起来。难道大哥也是修佛之人吗？不会吧，大哥，一人身上竟然出现了3种绝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大哥，你可真强，足足修炼了7天7夜才清醒过来。有7天这么久了吗？我怎么不觉得？出家人不打诳语，我一直都保持着清醒，当然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喽。哎，你算什么出家人？又喝酒又吃肉的，顶多算个酒和尚罢了。我看将来或许你还要求着我帮你找个老婆呢。我可认识莲花宗的宗主哦，他们那儿都是女性修佛之人。哎呦，大哥，你就给小僧留几分面子吧，这找老婆的事儿是万万不可的。师父曾经说过，女人是老虎，即使是修佛的女人也不例外。我可不想天天跟一只老虎在一起。得了吧你才见过几个女人？古人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修真之人结合成道侣的就不在少数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件法宝中会拥有2种不同的能量，更没见过像大哥你这样居然拥有3种能量修为的高人。你怎么知道我练有3种能量？弘志将海龙入定修炼时的意象说了一遍。也不知道这是祸是福啊，看来真的要赶快回到山上，赶快找到怪人前辈才好啊。哎，走吧，修炼这么多天，咱们也该赶路了。大哥，等下再走吧。怎么了？都7天没吃东西了，我有点饿了，咱们先吃点再上路，也好有力气嘛。嘿，你哪里是饿呀，分明就是馋了。好吧，就依你。家，我到家了。不，这里不是我们连云宗，这是生我养我的家。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这里有我一位最好的朋友。豆芽儿，你个懒蛋，你一定在家吧？你可一定要在家啊！豆芽，我来看你了，你个臭小子，给我出来！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张叔是我呀，我是海龙，您不认识我了？你是海龙？你是魔鬼！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来！张叔、张婶，你们这是怎么了？豆芽呢？豆芽跑哪儿去了？
你不是海龙，你是恶魔！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大哥，他们神智似乎有些不清醒，我帮他们一下吧。阿弥陀佛，佛法无边，回头是岸。药显佛性，从体起用，妙力无穷。张婶，我真的是海龙啊，在海龙心中，您就像妈妈一样啊，张婶，您看我呀，我只不过是洗干净了，穿的也干净了。海龙，你真是海龙！豆芽他被人抓走了。海龙，豆芽说你去学大本事了，你可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张婶，你先冷静一下，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豆芽到底被什么人抓走了？是这样的，自从你走了以后，豆芽天天把自己闷在屋子里，不知道干什么，也没看他锻炼，但却比以前壮实多了。还有什么比儿子懂事更好的呢？张浩一天天的长大了，也有你这么高了吧？他可是英俊的很呢，咱们村子里的几乎所有成年姑娘都对他有意思呢。我们一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就在1个多月前，我正准备给豆芽张罗门亲事，突然有7、8个人来到村子里。虽然他们的模样普通，但是我们却感觉非常恐怖似的。这些人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什么都没说，就抓走了村里的4个孩子，豆芽就是其中一个。那些人非常厉害，我们冲上去想阻止时，他们就已经带着4个孩子飞走了。能令普通人有恐怖的感觉，豆芽就是其中一个。那些人非常厉害，我们冲上去想阻止时，他们就已经带着4个孩子飞走了。能令普通人有恐怖的感觉，但一定是邪道中人。他们为什么要抓豆芽他们啊？我听师傅说，魔道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人洗脑，使之忘记以前发生的所有事，然后收归己用。很有可能，如果被邪道抓走了，可就不好办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邪道在什么地方啊。小龙，你可一定要把豆芽救回来呀！张婶求求你了。张婶，您放心，就算是死，我也会和邪道抗争到底的。大哥，好像有邪恶气息向这边探过来了。小智，引那魔道中人过来，或许他们就是抓走豆芽的人，我们一定要打探出消息来，否则以后就更没机会了。张叔、张婶，你们快回屋吧，这里由我们来应付。大哥，邪道来人好像很强，待会儿你一定要小心啊！我们就以村子为基础与他们对抗。小智，我以前曾经见过乌云宗主施展过一个叫金刚咒的法术，非常厉害，你会吗？金刚咒师傅倒是传授给我了，那是极大的神通，可我现在才完成小圆满境界而已，施展起来恐怕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无所谓了，能用多少就多少吧，有总胜于无嘛。那可是要耗费很多法力的，不过有佛经念珠在，我应该能发挥出部分威力。佛言虚空无有边际，不可度量，菩萨无住相不失，所得功德亦如虚空，不可度量，无边际。般若波罗蜜多咒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我和弘志比起来还是差得远呀，弘志的佛法如此精深，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原来竟是一位大师在此，魔宗厉无暇，有礼了。妖女，是不是你抓了这个村子里的人？快放他们回来，否则我就要打得你神形俱灭。哼，不错，人确实是我们抓的，但现在早已经杀了。有一点你错了，我们属于伟大的魔宗，你应该称呼我魔女，而不是妖女。什么？你把他们杀了？我跟你拼了！哼，就凭你也想和我对抗吗？你还差得远了。大师刚才以佛力相应，
是想对付我们吗？哼，不错，我承认大师修为高深，而且这金刚咒也确实是大神通。如大师立刻离去，我倒可放你一条生路。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自古正邪不两立。师尊曾教导过贫僧，在面对邪道中人时，就算以肉身元气为代价，也绝不可轻易妥协。施主的魔力确实高强，贫僧不及也。但是，如果想让贫僧离去，却是万万不能。如来咒，这不是已经失传了吗？看法宝，应天遁。哼，好秃驴，找死！魔海无涯，欲火焚身。护魔箫，全力攻击！上！大哥，其实我知道你修为境界不高，但是这些天你教了我很多事，而且对我很好，我还是愿意真心的认你为大哥。如果今天佛祖收了我，你也不必难过。如来者，是真如来之本性，护念以般若波罗蜜法，护念诸菩萨。小智，我总算救了你一命，我这个大哥也算是称职了吧？你自己保重。原来就是这小子杀了魔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哼，可惜啊，这小子已经死在紫殿梭之下了。你们走吧，我不想开杀戒。斗转星移，前辈是什么人？难道面前这个怪人已经达到了结成登仙之境不成？我是什么人，不用你来管。即使是厉天亲来，见到老朽也要尊称一声前辈。只是我早无杀念，你们都去吧。回去记得告诉厉天，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好自为之。晚辈一定把话带到，多谢前辈指点。你刚才打伤的孩子，可以算是我半个徒儿了。他真正的师傅，不是这个世界任何人能够惹得起的。劝你们一句，休要再打他的主意了，否则逆天而行，结果便是可想而知。谢前辈指点，晚辈等人告辞。多谢前辈相救，晚辈禅宗弘志有礼了。小和尚很不错，你以后就跟着海龙吧。他这个大哥呀，你不会白认的。见过前辈。这里毕竟属于连云宗范围，接天道尊刚想派人查看，却发现了空中斗转星移的变化，在大惊之下，立时召集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揭开了连云山脉禁制，一同前来。好了，你们不必如此多礼。海龙伤得极重，我会带他回去治疗的。各位道尊如果有意，明年8月15，不妨来这魔云峰的猴林一见。我们前些时候得知前辈在魔云峰，但怕打扰前辈修行，不敢相扰。多谢前辈救得我派弟子，今后但凡有吩咐，接天定然尽力办到。有前辈在连云山脉坐镇，我宗万邪不敢轻也。我来人间已6000年也，这没想到临去之时，竟然能遇到海龙。一切皆是缘，半点不由人呐。前辈所用，应该就是祖师典籍中记载的大挪移之术吧？恐怕呀，我们就算到了斗转的境界，也不可能像前辈这样随心所欲。
能遇到前辈这样的高手是我们的幸运。或许明年8月15，对我等来说都是久求不遇的仙缘吧。看来海龙这孩子确实不错，能够得到前辈的青睐，将来必能广大我天石峰一脉。真不知道你这老儿走的什么狗屎运。不过你可别忘了，当初在接天风的时候，你还要置这孩子于死地，将来他未必会认你这个祖师吧。那可不见得，祖师毕竟是祖师，你等着看吧。好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哎，海龙既然已经回来了，那2位师妹怎么不见？难道他们没有在一起吗？宗主，那2个丫头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吗？她们一定是前海龙先回来，自己却到处游玩去了。一切呀，都是缘法，不由人呐。走吧。各路神仙啊，求求你们救救张浩吧！谢前辈。你用不着谢我，如果不是因为海龙，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里出去救你的。你呢，也伤得不轻，而且元神被这魔力所侵，想要彻底恢复，至少要数年的时间。海龙的伤呢，虽然比你更重，但他本身的体质经过我长时间的改善，这恢复起来倒要比你快上一些。你呢，就安心在此修炼吧。哎呀，不愧是禅宗弟子啊，果然是酒鬼出身呐。哎，真是缘呐。小子，为了救你，我可是违背了当初祖师的命令，这能否回去还是很难说呀。好小子，你这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竟然得到了这件仙器。等等，这好像是……没错，这是力炎天君的逆天境。不可能啊！好，逆天境加上，以后他的前途确实是不可限量啊！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领悟了。啊，我这是在哪里啊？难道是地府吗？地府原来这么美啊！啊不对啊，这里怎么好像来过似的？小机灵，是你？我这不是在做梦吗？怪前辈，一定是怪前辈救了我。小机灵，是怪前辈救了我，对不对？你醒了，前辈，谢谢您又一次救了我。这都是你注定的命运，在危难之时，你能用自己的身体替朋友而死，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次呢，你沉睡了400天，在这400天的时间里，我帮你再次改造了身体。这人体的经脉呀，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对修炼很有影响。随着你今后的修炼，或许你的肉体本身就能够达到这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之境啊！谢谢前辈成全。前辈，请您收我为徒吧。海龙永生以来，您是对我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你呀，也不许这样。我帮你呢，可以说是受人之托而已。我呀，不能做你的师傅。在遥远的未来，当你的能力达到可以见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谁才是你真正的师傅了。好了，起来吧，我的时间不多了，有很多事情还要向你交代呢。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说实话，那天是你自己先救了自己。如果不是逆天境在最后的关头护住你，
等我赶到之时，你的肉体就已经完了。那还记得我当初和你说，让你在2年后的8月14来找我这事吗？今天呢，就是2年后的8月13了，所以我说我的日子不多了。这次你出山所发生的一切，也几乎都被我看在眼里。你的机智、勇敢以及不为世俗所累的心性，都是托我那人最喜欢的。我知道你呀，就是放不下那个被魔宗抓走的朋友。你呢，也不必想得太多，他也有他自己该走的路。将来总有一天，你们会再一次见面的。前辈，您的修为如此高深，难道就不能把豆芽从魔宗手里救出来吗？不是我不想帮你救他，我在此本就是戴罪之身，离此救你已经是违背了祖师的训示了，怎么还能在这外界多做耽搁呢？想救你那朋友，只有等你自己强大了才能去做。你将来的成就如何，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前辈，是我拖累您了。既然您就要离开这里，那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您的真实面容？受了您这么多恩惠，我连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呢。是啊，是该让你看到我的时候了。没想到吧，我确实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猴子而已。只是说起来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岁数。我记得当初我的法号应该是叫做灵通子啊，就和你那六师傅是一样的。不，前辈，无论您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您都是我最受尊敬的前辈。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不会因为我的样貌而改变任何的想法。你呀，果然是没让我失望呢。好孩子，现在我将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怎么，很奇怪是吗？其实这个地方你每次来我这里啊，都会从外面看到的。这里呀，就是那块巨大的岩石内部。这一块岩石与众不同，乃万年的寒灵所成，其坚韧程度之强，即便是以我现在的修为，要想硬生生的震破它呀，至少也需要耗掉这1成的法力。为了让你更加安静的修炼，从现在开始，你将不会离开这块寒灵石。什么时候你能将这块寒灵石的能量完全吸取，凭借自己的力量扑食而出，那么你的修为也就有所小成了。和你同来的小和尚就在这寒灵石的另外一面，届时我会让他在石边为你护法，直到你破石而出的一刻。现在你要仔细听清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前辈，无论受多少苦，我一定会坚持修炼下去的。我本是极北大雪山上的一只猕猴罢了。大雪山上蕴含着庞大的灵气。有一天，我无意中吃了一颗雪白的果子，从此这命运便发生了改变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突然，一个充满威严的陌生之音在我的脑海深处出现。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他的声音成为了我身体执行的命令。在他的指引下，我开始了长达万年的修炼。哎呀，像我们这种非人体的精怪修炼，
比起你们人类来要困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一名修炼1000年的人类可以轻易地对付一只修炼1500年妖怪的原因。但我幸运的是，在那个声音的指引下，仅仅数百年我就炼化了自己的反骨。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当我潜心修炼万年之时，终于突破了最后的境界。那个威严的声音对我说，因为我的恒心和毅力，他决定让我免受天劫，直接升入这仙界之中，并赐我道号为灵通子。直到现在呀，我都无法忘记当初上仙的那一刻，我简直是太兴奋了。万年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我成仙了，而且是以一只猕猴的身体成仙了。您已经是仙人了，我竟然见到了仙人。前辈，既然你已经成仙，怎么还会再次出现在这里呢？仙境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仙界有仙界的规矩，你也恕我不能泄露天机。当初我升入仙界后才知道，一直指导我的祖师竟然是如此的强大，在他的面前，我也就只是一只小猴子而已。祖师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绝对的秘密。祖师在仙界有着很大的势力，即便是仙帝也惧他几分。好景不长，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客人，那客人的实力之强大，竟然和祖师不相上下。他是来拜会祖师的，但我那几位师兄却怠慢了他。由于祖师的强大，这师兄们都养成了自傲的毛病，终于是得罪了那人。那人在勃然大怒之下，竟然捣毁了祖师最心爱之物，然后便飘然离去了。祖师回返，眼见自己心爱之物被毁，顿时便是勃然大怒，亲自去寻那人。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竟然结成了兄弟。那人呢，也帮助祖师将这宝物恢复了。可是祖师并没有因此而放过我和几位师兄，师兄们被他用强大的法阵镇压了，需要苦修万年才能破关而出。祖师说呢，这么做就是为了磨平他们的心性，而我因为没有及时阻止师兄们的妄言，也得到了祖师的怪罪，就将我贬到下界，镇压在这块寒灵石旁，需修炼6000年方可回返仙界。转眼间6000年将至啊，我却遇到了你。当初和祖师结拜那人看我冤枉，就将自己的一件法器送予我，让我在人界中寻找着有缘之人。你的出现呢，顿时是引动了他当初留给我的那句话，于是我就将那件法器送给了你。那件法器啊，就是多次救你性命的小铁棍。1年多前，你重伤将死，为了完成那人的使命，我只得是冒着被祖师责罚的危险出山救你。后天哪，就是我重入仙界之时，不知道祖师会如何处置我。